你刚重生就破产流浪街头，然而你却开心地笑了起来。你不仅放着病危的女儿不管，反而跑到天桥底下做了一个猫咪伸懒腰，路人都觉得你疯了。但只有你知道，只要完成这个奇葩动作，就能觉醒流浪猫系统，拿到系统奖励的救命钱去救女儿。此时立交桥底下，苏海峰缩在一个别人扔掉的破旧冰箱纸箱里，冻得浑身发抖。他双手死死抱着膝盖，肚子饿得咕咕叫，胃里直往上泛酸水。就在半个月前，他还是特区里有名的服装厂老板，出门有车开，兜里揣着大哥大。可现在他什么都没了。他那个掏心掏肺对待的合伙人赵德发，背地里卷走厂里所有钱，连夜跑得没影了。债主找上门，搬空了厂房，收走他的房子和车子。苏海峰一夜之间破产，背了一屁股债，连个住的地方都找不到，只能睡大街钻纸箱。最要命的是，他5岁的女儿楠楠先天性心脏病发作，现在还躺在市医院病床上。明天一早要是再交不上200块床位费，医院就要把楠楠赶到走廊上去了。想到女儿那张惨白的小脸，苏海峰用力捶了一下纸箱底，眼睛全红了。他恨自己瞎了眼信错人，更恨自己现在连200块钱都掏不出来。纸箱里太憋屈，手脚都伸不开。苏海峰觉得浑身骨头都要生锈了，手脚并用从纸箱里爬出来。外面的冷风一吹，他打了个大大的哆嗦。他实在太累，身体本能地做出了反应，双腿岔开，2只手用力往前面一伸，腰部往下压，后背高高的拱了起来，嘴里发出一声长长的闷哼，狠狠伸了一个大懒腰。就在他把身体拉伸到极限的时候，脑子里叮的一声响起一道机械音，系统提示检测到宿主露宿街头，居住环境为废弃纸箱，检测到宿主正在进行标准猫咪伸展动作，综合判定宿主当前生存状态与流浪猫相似度达到99%，流浪猫求生系统已绑定。苏海峰愣在原地，保持着伸懒腰的姿势半天没回过神。什么声音？他用力掏了掏耳朵，还以为自己饿出幻觉了，脑子里的声音根本没停，继续想着。系统提示新手流浪猫礼包已发放，奖励猫科动物夜视能力，在任何黑暗环境下，宿主都能看清周围事物，并具备超强动态捕捉能力。奖励2，救急猫粮基金300元人民币，已发放至宿主上衣左侧口袋。声音刚落，苏海峰就觉得双眼一阵发热，像是有人拿温毛巾敷在眼睛上。他赶紧闭上眼，过了2-3秒才重新睁开。这一睁眼，他彻底傻住了。原本桥洞底下黑漆漆的，连根手指头都看不见，可现在周围的一切在他眼里变得清清楚楚。虽然眼前的画面像是褪了色的黑白电视机，但每一个细节都极其清晰。他能清楚看到10米开外的水泥柱子上，有一只大个头的蟑螂正顺着缝隙往上爬，连蟑螂腿上的毛刺都能数得清。墙角一堆发臭的垃圾袋旁边，一只老鼠正探头探脑钻出来，老鼠胡须抖动的频率他都看得一清二楚。苏海峰咽了口唾沫，心脏砰砰直跳，心想这是真的吗？紧接着他感觉到自己上衣左边口袋往下沉了一下，好像凭空多出什么东西。他哆嗦着手，一把伸进口袋里，手指碰到一叠纸，那种粗糙的质感，那种特有的厚度，他当老板的时候天天摸，绝对错不了。他一把将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眼前一看，3张崭新的100元大钞就这么安安静静躺在他手心里。苏海峰呼吸都停了，他把钱凑到鼻子底下狠狠闻了一下，又用手指使劲搓了搓钱的边缘，是真的，这绝对是真钱。他怕自己是在做梦，张开嘴对着自己的手背狠狠咬了一口，钻心的疼瞬间传遍全身。不是梦，系统是真的，夜视能力是真的，口袋里那300块救命钱也是真的。苏海峰激动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喊了一声楠楠有救了。他一把将这300块钱死死攥在手里，小心翼翼贴身塞进内衣口袋里，还用手在外面用力按了按。200块钱交床位费，剩下100块还能给楠楠买点好吃的补补身子。他1秒钟都不想多待，转身就往市医院的方向跑。从立交桥到市医院走路得半个多小时，为了赶时间，苏海峰直接钻进一片正在拆迁的老平房区。这里是条近道，但平时连个路灯都没有，地上全是碎砖头和臭水坑，大白天走都容易崴脚。可现在不一样了，苏海峰跑在黑漆漆的巷子里，一点不费劲。猫科夜视能力让他把地上的每一个坑洼，每一块碎玻璃都看得清清楚楚。前面有个半米宽的大水坑，他提前2步发力，轻松跳过。右边横着一根生锈的钢筋，他身子一侧躲了过去。黑暗中，他的动作轻巧灵敏，真就像是一只在夜色中穿行的野猫。跑了整整20分钟，苏海峰终于冲出老城区，看到了市医院那栋亮着灯的大楼。他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喉咙里全是血腥味，2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但他根本不敢停下，一路冲进大厅，顺着楼梯一口气爬到了3楼的儿科病房。走廊里静悄悄的，只有护士站亮着灯。苏海峰刚走到护士站拐角，就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传了过来。刘老板问王护士，你们医院到底管不管啊？那个302病房靠窗的床位，凭什么一直给那个叫楠楠的小丫头站着？我儿子做完手术需要通风，那个床位必须给我换过来。说话的是个挺着大肚子的胖男人，脖子上挂着条粗金项链，正拍着护士站的桌子大声嚷嚷。值班的王护士满脸为难的站起来解释，说刘老板您别着急，那个床位是苏楠楠先住进去的，按照规定不能随便换。刘老板冷笑一声，说什么规定不规定的，我可是打听清楚了，他那个老爹苏海峰已经破产了，连着拖欠了3天的医药费。你们医院不是搞慈善的吧？没钱就赶紧把人赶到走廊上去，别站着茅坑不拉屎。王护士叹了口气，说刘老板，我们护士长已经下了最后通牒，要是苏海峰明早8点前还交不上200块的床位费，我们就只能给孩子办转床手续了，您再等等行吗？刘老板骂了声等个屁，说他现在就要换，一脸不服。苏海峰站在拐角处，听到这话，气得牙根直痒痒。他深吸了一口气，大步从拐角走了出来。苏海峰的声音冷得像冰，问谁说他交不起钱？护士站的2人同时转头，王护士看到苏海峰，愣了一下。昨天的苏海峰头发乱得像鸡窝，拉着护士长的袖子苦苦哀求宽限几天。可现在的苏海峰，虽然衣服还是那身破衣服，但腰杆挺得笔直，眼神凶得吓人。刘老板上下打量了苏海峰一眼，看到他鞋面上全是泥巴，撇了撇嘴，说哟，这不是苏大老板吗？听说他现在睡桥洞呢，怎么大半夜跑来
来接他闺女睡大街啊？苏海峰看都没看他一眼，径直走到护士站前，他伸手探进内衣口袋，把那3张带着体温的100元大钞掏了出来。苏海峰把钱重重拍在王护士面前的桌子上。苏海峰说：“王护士，这是300块，200交床位费，剩下100先存进账户里当医药费，麻烦他现在就给开票。”苏海峰盯着王护士，一字一句说得清清楚楚。王护士看着桌上那3张崭新的票子，眼睛都瞪大了。他赶紧拿起钱，对着灯光仔细照了照水印，又用手摸了摸盲文，全是真的。旁边的刘老板也傻眼了，他伸长脖子看着那3张钱，脸上的肥肉抖了2下，结结巴巴地问苏海峰哪来的钱？他不是破产了吗？他是不是去抢劫了？苏海峰猛地转头，那双经过系统强化的眼睛死死盯住刘老板，透着一股子狠劲。苏海峰说他哪来的钱轮不到刘老板管，刘老板只要记住，只要他苏海峰还有一口气在，他女儿的床位谁也别想动。苏海峰往前逼近了一步，声音压得很低。刘老板被这野兽一样的眼神吓了一跳，不自觉往后退了2步，后背撞在墙上。他咽了口唾沫，硬撑着面子嘟囔了一句：“神气什么？不就几百块钱吗？”说完，灰溜溜顺着墙边溜回了自己儿子的病房。王护士动作很麻利，很快就把收据开了出来，递给苏海峰。王护士说：“苏先生，钱收到了，床位保住了，不过孩子的手术费还要好几万，他得尽快想办法。”王护士语气缓和了不少。苏海峰说：“他知道，他会解决的，谢谢王护士。”苏海峰接过收据，小心叠好放进口袋。他转身推开302病房的门，病房里很暗，只有走廊透进来的一点微光，但在苏海峰眼里，房间里的一切都清晰可见。他走到靠窗的病床前坐了下来，5岁的囡囡正安静地睡着，他小小的手背上扎着留置针，那根输液管正一滴一滴输送着药液。苏海峰伸出粗糙的手指，轻轻碰了碰女儿冰凉的小脸蛋。囡囡在睡梦中感觉到动静，小嘴吧嗒了2下，往苏海峰的手心里蹭了蹭。苏海峰死死咬住牙关，把拳头捏得咯咯作响。赵德发那个混蛋卷走所有钱，吃香喝辣，却让他女儿在这里受苦。他猛地站起身，拉了拉女儿的背角，转身大步走出病房。刚走到医院大门外，冷风一吹，肚子咕噜噜大叫起来。他这才想起，从昨天中午到现在就啃了半个冷馒头。之前赵德发卷款跑路，加上囡囡的医药费，逼得他差点跳楼，哪顾得上吃饭。交完住院费，系统给的救命钱还剩100多，钱不多，但能喘口气。人是铁饭是钢，吃饱才有力气赚钱。苏海峰裹紧旧外套，顺着街道走。90年代的特区夜生活刚开始，街边霓虹灯闪烁，路边摊挨着，半空飘着油烟和香料味。他在一家火爆的大排档找了个塑料凳坐下。苏海峰冲光膀子颠勺的老板喊：“来份水煮鱼，多放辣椒，多放麻椒，再来3大碗白米饭。”老板头也不抬，应了声好嘞，马上来。不到10分钟，比脸盆大的铁盆端上桌，红辣油翻滚，飘满花椒和干辣椒，底下是厚实白嫩的草鱼片和脆豆芽，麻辣香味直钻鼻子，馋得他直咽口水。他掰开一次性筷子，气都不喘，夹起一大块鱼肉就往嘴里塞。鱼肉刚出锅，烫得他直吸溜嘴，但他舍不得吐，舌头一卷直接吞下，真香。鱼肉滑嫩，麻辣味在嘴里炸开，顺着喉咙烧到胃里，冻僵的身子终于彻底暖和过来了。苏海峰端起饭碗大口扒拉，一口鱼肉一口白饭，吃得痛快，脑门冒出细汗，连吃大半盆鱼片和2碗米饭，他才放慢速度。他心满意足地打了个响亮的饱嗝，浑身都透着舒坦劲儿。刚把最后一块鱼尾巴肉放进嘴里，脑子里叮的一声脆响，一道冰冷的机械系统音在他脑海中响了起来。系统说检测到宿主正在大量进食猫咪最爱食物鱼肉。系统说隐藏奖励机制已触发。苏海峰愣住，连嘴里的鱼肉都忘了嚼，吃草鱼还能触发奖励？这系统还真按猫的习性来。系统继续播报：恭喜宿主获得被动技能动态视力。系统说恭喜宿主获得特殊道具特区地下海鲜早市绝密地图。声音刚落，他双眼一阵清凉，像滴了冰镇眼药水，凉丝丝的特别舒服。他用力眨眼，再睁开时，眼前的世界全变了。大排档灯泡周围围着几只绿头苍蝇，平时看就是几个黑点瞎晃，根本看不清，但在他眼里，这些苍蝇的动作全变慢了。他能清楚看到苍蝇翅膀怎么上下扇动，连腿上沾的灰尘，半空中拐弯的轨迹，都像放慢动作一样画在眼前。苏海峰心里激动，猛地伸出右手，食指和拇指往前一夹，嗡的一声轻响，摊开手心一看，一只肥大的绿头苍蝇正被捏在指头中间，腿还在瞎蹬。苏海峰爆了句粗口，说这眼睛神了，随手捏死苍蝇扔进垃圾桶。为了测试这眼睛有多牛，他转头看向马路，刚好一辆改装的2轮摩托车轰的一声从马路边飙过，车速起码70-80迈，普通人看就是一道残影。可苏海峰一瞪眼，摩托车在他眼里全成了慢镜头。他不仅看清车牌号是粤 B88XX， 还看清骑车那小子染着黄毛，嘴里叼着半根烟，烟灰正往下掉，连挡泥板上沾的3块泥巴印子他都看得一清二楚。这哪是眼睛，简直是人形高速摄像机。有了这本事，以后看东西绝对不走眼。苏海峰兴奋地搓手，他闭上眼，集中注意力查看系统的第2个奖励。脑海里浮现出一张发蓝光的地图，地图画着特区沿海路线，红点停在一个叫三不管的废弃老码头，旁边标注着开放时间，凌晨3点到早上6点。苏海峰盯着地名，脑子飞快转动。他以前好歹是个开公司的老板，虽然被赵德发坑破产，他对商界那些门道心里门清。特区最不缺有钱老板和暴发户，这些人谈生意摆阔气，最爱去高档海鲜酒楼，顿顿点野生大黄鱼、大个头锦绣龙虾、脸盆大的帝王蟹。这些高档海鲜一斤能卖大几百甚至上千块，还经常断货。但苏海峰知道，饭店进货价绝对没这么高，中间差价大的吓人。以前跟赵德发去吃饭，就听大堂
经理吹牛说老板有特殊进货渠道。看着脑子里的地图，苏海峰全明白了，这个三不管老码头绝对是个地下黑市，专门在半夜交易走私或渔民私自捕捞的极品海鲜。这种地方见不得光，海鲜价格绝对是白菜价。但是黑市水极深，里头鱼龙混杂，卖鱼的都是老油条，他们会在水里加药，把死鱼翻新，往龙虾肚子里注水。一般人找过去也是被坑的连裤衩都不剩，买回来的不是死货就是病鱼，根本卖不上价。大部分海鲜酒楼宁愿花高价找二道贩子拿货，也不敢去黑市趟浑水。可现在情况变了，苏海峰摸了摸眼睛，他现在有系统给的动态视力，鱼鳃是不是鲜红，鱼鳞底下有没有藏寄生虫，龙虾腿是不是胶水粘的，他一眼就能看穿。黑心商贩的骗人把戏，在这双猫眼面前全是小儿科。别人去黑市是赌钱，他去就是纯捡钱，只要用极低价格挑出顶级鲜活海鲜，转身卖给高档酒楼，利润绝对翻好几倍，这比干什么都来钱快。囡囡的手术费、营养费，还有他东山再起的本钱，全有着落了。苏海峰把碗里最后一口饭扒进嘴里咽下，老板结账。他站起身，掏出几张零钱拍在桌上，大步走进夜风里，直奔地图上的老码头。凌晨3点的特区郊外废弃码头，海风夹着浓烈腥臭味直钻鼻子，这就是地图上标记的海鲜黑市。没招牌没大灯，地上全是坑坑洼洼的黑泥水，踩下去吧唧作响，四周黑灯瞎火，摊位前只点着暗黄灯泡。来进货的人个个压低帽檐，拎着黑塑料袋，连手电筒都不敢打，买定离手，概不退换。被坑只能怪自己眼瞎，这是黑市的死规矩。苏海峰站在码头入口眨了眨眼，眼底闪过一抹金光，系统提示夜视能力开启，动态视力开启。前一秒还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市，在他眼里立马变了样，昏暗光线被放大，地上的水坑，角落里的老鼠，空气里的灰尘，全看得一清二楚，跟大白天逛菜市场没区别。他紧了紧衣领，大步迈进市场。市场里人头攒动，压着嗓子的讨价还价声嗡嗡响。苏海峰一路走过去，眼睛像扫描仪，把两边摊位的猫腻看得明明白白。走到一个卖石斑鱼的摊子前，干瘦摊主正拿破蒲扇赶蚊子，盆里水浑浊，几条鱼翻着白肚皮半死不活。旁边有个戴眼镜的胖子正蹲在地上看货，一看就是饭店采购员。胖子凑近问老板说：“这东星斑看着不太精神啊。”干瘦男人瞪起眼，拍着大腿喊：“大兄弟，你这叫什么话？这是刚从深海捞上来的野生大货，出水不适应才这样。你看这颜色多正，拿回去放水里养半个钟头，保准活蹦乱跳。”胖子被忽悠的心动，伸手想去捞。苏海峰站在胖子身后，定睛一看，动态视力自动运转，盆里鱼鳃一张一合的动作变成了慢镜头。他冷笑一声，这哪是野生东星斑，根本是菜市场最便宜的养殖红山鱼。鱼鳃上刺眼的红色，分明是刚刷的红药水。更离谱的是，鱼肚皮底下有条粗糙的缝合线，里面绝对塞了1000块压秤。胖子刚要掏钱，苏海峰故意咳嗽一声，用脚尖踢了踢水盆边缘。苏海峰问胖子：“买鱼回去红烧还是清蒸啊？这红药水炖出来的汤估计挺补脑子的。还有那肚子里的1000块，别把客人的牙碜碎了。”胖子一听，手猛地哆嗦一下，赶紧把鱼扔回盆里。他死死盯着鱼肚皮，果然看出猫腻。胖子气得脸都红了，骂道：“你大爷的，拿假货坑老子！”转身就走。干瘦男人眼看煮熟的鸭子飞了，猛地站起来，指着苏海峰放狠话：“小子，你找茬是不是？信不信老子让你走不出这码头？”旁边几个摊贩停下动作围过来，黑市里都抱团，最烦这种坏规矩的人。苏海峰一点没慌，双手插兜，冷冷盯着干瘦男人。在动态视力下，这男人浑身是破绽，真要动手，他1秒钟就能把这瘦猴放倒。苏海峰声音不大，但透着股狠劲，问：“怎么卖假货还有理了？要不我把码头管理处的人叫来看看你这鱼到底是个什么品种？”干瘦男人变了脸色，咬咬牙还是怂了。他一屁股坐回马扎，拿破布把水盆盖得严严实实，嘴里骂骂咧咧不再吱声。苏海峰懒得搭理他们，转身继续往市场深处走。这一路他算开了眼，给死虾柱浇水的，往螃蟹肚子里打海水的，拿死带鱼拼成活鱼的，黑市的谁比下水道还脏？普通人来绝对被坑得连底裤都不剩。但他苏海峰不一样，他今天是来捡钱的。走到市场最尽头，靠近垃圾堆，臭气熏天，摊位明显少了一个满脸横肉的光头靠在木箱上抽烟，脚边摆着10几个塑料盆，好货估计早卖光了，剩下的全是歪瓜裂枣，还有几盆发臭的死鱼烂虾。苏海峰正准备转身换条道离开，视线扫过光头脚边角落里的一个破烂黑胶桶，脚步猛地停住。那桶里装满死透的带鱼、烂掉的皮虾和发黑的死螃蟹，黑乎乎的脏水飘着白沫，隔着2米都能闻到腐臭味。就在这堆烂货底下，苏海峰捕捉到一丝极微弱的动静，水面荡开一圈比头发丝还细的波纹，普通人绝对看不见，但在动态视力里，这波纹就像扔进水里的石头一样明显，底下有活物，而且体型绝对不小。苏海峰立刻集中精神，夜视能力全开，视线穿透浑浊黑水和厚厚的死鱼堆，看清底下那东西时，他心脏猛地狂跳，呼吸都停了半拍。烂带鱼最底下压着个大家伙，一抹绚丽的彩色斑纹在黑水里若隐若现，紧接着2根比大拇指还粗、布满倒刺的超长触须在烂鱼堆底下艰难地抽动了一下。锦绣龙虾，俗称神仙虾。苏海峰脑子里疯狂搜索记忆，这可是海里的绝对极品，可遇不可求。通体五彩斑斓，肉质鲜美，是大老板摆宴席求彩头的镇桌神物。这东西要用价值极高，野生大个头的锦绣龙虾，在90年代的特区一只就能卖出天价。看水下这粗壮的虾尾和巨大身躯，起码得有6、7斤重。要是拿去白天鹅那种顶级大酒店，绝对能卖疯。囡囡的手术费，这不就全有了？苏海峰用力攥紧拳头，强迫自己冷静。黑市最忌讳陋习，一旦让摊主看出相中了好东西，绝对会被宰得骨头渣子都不剩。他深吸一口气，换上嫌弃的表情，溜达到光头摊位前，用脚踢了踢旁边装花蟹的盆。苏海峰问老板还有活口没，说饭店急需点硬菜应付早市。
光头吐出浓烟，斜眼打量苏海峰，看他穿着普通不像大饭店采购，立马没了兴致，不耐烦的摆摆手。光头说活口早卖光了，就剩这几只刚咽气的花蟹，肉还紧实，想要的话20块钱一盆全端走。苏海峰蹲下身，拿起一只死花蟹捏了捏，壳都软了，一捏一包水。苏海峰说老板你这蟹死的都能办头期了，20块你买回去自己熬汤喝吧。把死蟹往盆里一扔，起身拍拍手就要走。光头急了喊哎别急着走啊，此货今天卖不出去，明天发臭只能扔海里，说15块钱你全拿走，当帮老哥清个摊。苏海峰停下脚步回头，眉头皱成个疙瘩，装作很勉强。他目光在摊位上扫了一圈，最后落在那个装满烂鱼的破黑胶桶上，假装无意落在那个装满烂鱼的破黑胶桶上。苏海峰说15块买这堆烂壳子，他亏大了，指着破桶说这样吧，10块钱外加那破桶里的烂货全搭给他，他刚好养了几条狼狗，买回去给他们煮锅鱼食。光头顺着手指看过去，心里差点乐开花。破桶里的死鱼烂虾放了2天，臭的苍蝇都不叮，他正发愁收摊怎么处理，没想到碰上个傻子花钱帮他倒垃圾。光头说兄弟，你拿这玩意儿喂狗，狗都得拉3天肚子。光头假装为难的搓搓手说不过既然你开口，老哥就当交个朋友，但这桶太沉，你得再加5块钱辛苦费，一共15块。光头心里盘算着趁机多刮点油水。苏海峰脸色一冷，掏出一张10块钱票子在光头眼前晃了晃。苏海峰说就10块，你爱卖不卖？不卖他去菜市场捡点鱼肠子，1分钱不花。说完他把钱往兜里一塞，做事要走。光头急忙说别，10块就10块，成交。光头生怕肥羊跑了，一把拉住苏海峰的胳膊，极快的把10块钱抽走，生怕反悔。光头说盆和桶你直接拎走，明晚记得把空桶送回来就行。光头把钱揣进兜，笑得脸上横肉挤在一起。苏海峰没说话，径直走到破黑胶桶前，浓烈的腐臭味扑面而来，他眉头都没皱一下，双手抓住桶沿一用力，直接把这重达几十斤的破桶拎了起来。旁边那盆死花蟹他看都没看一眼，拎着破桶转身挤进人群。光头看着苏海峰的背影，往地上狠狠啐了口唾沫。光头说哪来的二傻子，花10块钱买一桶臭鱼烂虾，还当宝贝护着，活该受穷。光头美滋滋摸着兜里的10块钱准备收摊，苏海峰拎着桶健步如飞，直接冲出废弃码头。凌晨海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他满头大汗，嘴角却不受控制的疯狂上扬，咧的后槽牙都快露出来了。赚翻了，这次绝对赚翻了。他一路小跑远离黑市人群，找了个偏僻没人的路灯底下。苏海峰放下沉重的黑胶桶，大口喘着粗气，桶里腐臭味刺鼻，他根本顾不上，蹲下身，双手直接插进那堆恶臭的死带鱼和烂皮皮虾里，黏糊糊的触感让人起鸡皮疙瘩。他咬着牙，把上面那层厚厚的死货一层层扒拉到旁边，越往下挖，底下的水越清，那股微弱波动也越明显。当最后一层烂带鱼被剥开，一抹夺目色彩在微弱光线下显露出来。扒开死鱼一看，赫然是一只有着极高药用和观赏价值的极品锦绣龙虾。这玩意儿满身红蓝黄花纹，亮闪闪的，2根粗长触须甩来甩去，拍得桶壁啪啪作响，生猛得很。苏海峰心跳得直突突，这可是锦绣龙虾，在90年代的特区，这叫神仙虾，专供大老板摆排场讲风水的顶级尖货。他拎起桶跑到街角水龙头旁，麻利的把发臭的死货全扔进垃圾堆，把桶底搓洗干净，接了大半桶清水。大龙虾在水里伸了个懒腰，霸气的趴在桶底。天刚亮，苏海峰拎着桶直奔市中心最豪华的白天鹅大酒店。这地方出入的全是开桑塔纳的大老板，也就他们吃得起这只虾。酒店后厨卸货区，一个胖保安正靠着门框抽烟，见苏海峰拎个破桶过来，胖保安像赶苍蝇一样挥手，说了声去，要饭去街对面，别碍眼。苏海峰放下黑胶桶，拍拍手说他是来送高档海鲜的，把你们采购经理叫出来。胖保安瞅着他皱巴巴的衣服和一身海腥味，乐了，一脚踩灭烟头，说就你还高档海鲜，赶紧滚蛋，再捣乱我拿棍子抽你信不信？苏海峰懒得废话，弯腰掀开一半桶盖。胖保安探头一瞅，眼睛瞪得溜圆，吓得猛退一大步，喊了声妈呀，这么大的花虾！苏海峰扣上盖子，说了声去叫人。胖保安连滚带爬跑进后厨，没2分钟，领出来个梳大背头、穿白衬衫的男人，这是采购部王经理，拿着本子满脸不耐烦，捂着鼻子嫌弃的看着苏海峰，问什么好东西非得叫他出来看，他正忙着对账呢。苏海峰一句话没说，哗啦一下彻底掀开桶盖。王经理扫了一眼，整个人直接僵住。苏海峰之前吃水煮鱼强化过动态视力，连苍蝇飞都能看清，现在更是一眼把王经理的微表情看得透透的。这孙子瞳孔放大，喉结猛滚，咽了口唾沫，垂在腿边的手指都在抖，明明想要得要命还硬装。王经理深吸一口气，挪开视线，撇着嘴装不在意，说个头还行，就是颜色不太正，活力也一般。他点上根烟，吐了个烟圈，说这样吧，看你大老远跑一趟不容易，当帮扶困难户了，我出800块收了。800块，90年代初普通工人干2月也就这点钱，但苏海峰心里门清，这只锦绣龙虾起码5、6斤，品相完美，触须全在，800块，这孙子想捡漏想疯了。他二话不说，啪的盖上桶盖，拎起桶转身就走。王经理一看他要走，急得赶紧跑2步拦在前面，伸手去拽水桶提手，说哎，你这小年轻脾气怎么这么大？嫌少可以商量吗？1000、1500总行了吧？苏海峰一把拍开他的手，伸出5根手指头在他眼前晃了晃，说5000块，少1毛钱，我立马拎着去对面的海景酒楼。王经理气得跳脚，指着他鼻子喊，说5000，你穷疯了吧？5000块他能买一卡车对虾，你当这是金子做的？苏海峰冷笑一声，盯着他说，那你去买一卡车对虾吧，今晚要是有大老板请客，你端盘对虾上去，
看老板会不会拿盘子砸你的脸。这叫锦绣龙虾，摆桌上吃的就是面子，你不要，有的是人抢。说完，苏海峰推开王经理，大步往外走，后厨铁门咣当一声推开，一个戴高帽的胖老头带着几个端盆的帮厨走出来，皱着眉大声训斥，说吵什么吵，前面大堂都听见你们嚷嚷了。王经理一看老头，赶紧换上笑脸迎过去，说刘总厨，这小子拿只虾来卖，非要5000块，这不是敲诈吗？他正赶他走呢。刘总厨没搭理他，快步走到苏海峰面前，低头往桶里一看，就这一眼，老头眼睛亮得跟灯泡似的，猛拍大腿，激动的直搓手。刘总厨说好东西啊，极品神仙虾，这触须，这花纹，起码6斤重，太好了！今晚港商李老板包了顶楼贵宾厅，我正愁没个镇桌子的硬菜。刘总厨猛抬头盯着苏海峰说：“小伙子，这虾我要了，5000就5000。”王经理在旁边急得直冒汗，说：“刘总厨，5000太贵了，超预算了啊！”王经理急得直冒汗，说：“老板查账我没法交代。”刘总厨狠狠瞪他一眼，说：“你懂个屁！李老板一顿饭吃几万块，在乎你这5000块成本？这下能把李老板哄高兴了，老板奖励你10个5000，赶紧带他去财务拿钱。”10分钟后，苏海峰站在酒店后门巷子里，手里攥着50张崭新的100元大钞。1天前他还是个饿得头晕眼花的破产穷光蛋，现在手里直接捏着5000块巨款，这可是东山再起的第一桶金。他把钱分成2份，贴身藏进内衣口袋，拍了拍，大步走出巷子，肚子咕噜噜叫唤。他走到街角早餐摊，豪气地拍出2块钱，说：“老板，来10个大肉包子，再来2碗豆浆，多放糖。”热腾腾的肉包一口咬下去，满嘴流油。苏海峰饿极了，一口气连造8个，撑得直打嗝，整个人彻底活过来了。吃饱喝足，该干正事了。5000块看着多，在特区想干大买卖还差得远，得赶紧拿来当本钱做生意。苏海峰坐中巴车直奔市郊旧货市场，转悠一圈找到家二手餐饮设备档口，光膀子老板正躺在摇椅上扇扇子。苏海峰走过去，在旧货里挑挑拣拣，先看中一辆底盘结实的8成新3轮车，又挑了个带架子的长条铁皮烤炉，2大号煤气罐，接着凑齐6套折叠木桌和塑料凳子，外加一堆锅碗瓢盆、菜刀、菜板。苏海峰悄悄摇椅扶手说：“老板，这些东西我不买，我租。”老板斜他一眼说：“租，行啊，按月算，3轮车30，桌椅板凳加烤炉50，押金500，少一个子儿都不行。”苏海峰不还价，痛快掏出600块拍在桌上，交钱拿收据。老板帮着把设备全搬上3轮车，用麻绳绑结实。看着满满当当的3轮车，苏海峰擦了把热汗，跨上车座，用力一蹬，直奔华强北夜市，准备摆海鲜大排档。特区天一黑就热闹，满街都是推小车支棚子的摊贩，喇叭声叫卖声混一块，人挤人。交了2块钱摊位费，苏海峰在夜市尾巴找了块空地，他马里摆好6张折叠木桌和塑料凳，架起长条铁皮烤炉，旁边卖烤肉串的胖哥正扇着炭火，看苏海峰脸生，又瞅瞅那就烤炉，撇撇嘴问兄弟：“新来的，这地方客流不行，你卖啥啊？”苏海峰头也不抬，拿抹布擦桌子说：“烤生蚝。”胖哥一听饿了，说：“烤那玩意儿，腥味重得很，没点真本事可弄不熟，弄熟了也没人爱吃。我看你这炉子都生锈了，火候能匀吗？”苏海峰没接茬，他刚花100块在批发市场进了100多斤新鲜生蚝，这玩意儿便宜，全靠调料提味，调料不行就是一包腥水。他低头检查旧烤炉，底部进风口被铁锈和油垢堵死大半，这要是生火，炭火肯定不旺，生蚝根本烤不透。苏海峰找来旧螺丝刀和铁锤，蹲在地上当当当敲打进风口，铁锈直往下掉。他干脆把进风口的铁皮全敲平，重新撬开几个大口子，保证空气顺畅灌进去。正敲得起劲，脑子里叮的一声响，叮！宿主专注改造新物件，触发猫咪的好奇心。奖励：夜市霸主级秘制金银蒜蓉配方及熬制手法。一大股信息直接塞进苏海峰脑子里。大蒜怎么切？油温几成？啥时候下锅？香料怎么配比？清清楚楚，就像他已经干了10几年烧烤一样。苏海峰眼睛一亮，扔下锤子，拍拍手上的灰。这系统真是打瞌睡送枕头。他转身跑去夜市旁边的菜市场，买了一大袋紫皮独头蒜、小米辣、香葱，外加1桶散装花生油和几样去腥提鲜的香料。回到摊位，苏海峰架起小煤气灶，放上铁锅，他双手翻飞，菜刀在案板上剁出残影，把大蒜全剁成细细的蒜蓉。蒜蓉分成2份，铁锅倒进大半锅花生油，加热，油面刚起波纹，苏海峰抓起一把香料扔进去炸香，捞出残渣，接着端起一半蒜蓉直接倒进热油里，滋啦一声，油锅泛起密密麻麻的白泡。苏海峰拿大铁勺在锅里不停搅，蒜蓉一点点变黄，一股浓到极点的蒜香味直接炸开，顺着夜风往外飘。旁边烤肉的胖哥正扇着蒲扇，鼻子用力抽动2下，眼睛都瞪圆了。他探着脖子往苏海峰锅里看，胖哥说：“哎呦我去，兄弟，你这熬的什么油？这味也太霸道了。”苏海峰没空理他，看锅里蒜蓉变成金黄色，他立刻关火，把剩下的一半生蒜蓉倒进去，金蒜的焦香和生蒜的辛辣在滚油里一撞，香味再次翻倍。最后撒上一把切碎的小米辣，倒进酱油、蚝油和一点白糖提鲜，一锅独家秘制金银蒜蓉熬好了。天彻底黑了，夜市人头越来越密。苏海峰把木炭倒进改造过的烤炉，点燃引火柴，进风口一吹，炭火呼啦一下烧得通红，火势均匀旺盛。他戴上手套，拿起短柄生蚝刀，抓起个巴掌大的生蚝，刀尖顺着缝隙一插一撬，吧嗒一声，蚝壳分开，露出里面乳白色胖乎乎的蚝肉，还带着股海水的咸腥味。苏海峰手脚极快，不到5分钟撬开30个生蚝，整齐码在烤炉铁丝网上，底下炭火烤着蚝壳，蚝肉里的水分开始沸腾冒泡。苏海峰拿长柄小铁勺舀起满满一勺秘制蒜蓉，稳稳盖在每个生蚝肉上，蒜蓉里的热油碰到滚烫的蚝壳，滋啦滋啦直响，这下香味彻底藏不住了。金银蒜蓉的浓香混着海鲜的鲜甜味，跟着
烤炉升起的白烟直接冲向整条街，这味道太勾人，跟夜市里普通的烤肉炒粉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几个刚下班穿厂服的年轻人正溜达找吃的，闻到味道脚底直接拐弯，直奔苏海峰的摊位。领头的小伙子咽着唾沫问老板：“你这烤的什么东西？香的我都流口水了。”苏海峰说：“秘制炭烤生蚝，10块钱半打，18块钱一打。”苏海峰一边翻着生蚝一边大声报价，这价格在90年代不算便宜，但香味太馋人。小伙子一咬牙，小伙子说：“给我来一打，先尝尝鲜。”苏海峰应了一声好嘞，说：“您先做，马上就好。”看火候差不多了，苏海峰撒上一把翠绿的葱花，白色的蚝肉，金黄的蒜蓉，红色的辣椒，绿色的葱花，看着就馋人。他拿铁夹子把生蚝夹进不锈钢铁盘端上桌，说：“小心烫，趁热吃。”小伙子急吼吼拿起个生蚝，顾不上烫手，连蒜蓉带蚝肉一起倒进嘴里，蚝肉一咬就破，鲜甜的汁水在嘴里爆开，紧接着金银蒜蓉那股霸道香味带着微辣直冲脑门，一点腥味没有，全是满口鲜香。小伙子烫得直哈气，说：“卧槽，好吃，太好吃了，连壳底的那点汤汁都没放过，一口吸得干干净净。”同伴一看这架势，赶紧伸手抢，说：“给我留2个。”这几个年轻人的吃相和飘满街的香味直接成了活招牌，路过的人全停下脚步往这边看。有人问：“真有那么好吃？”另一个人说：“闻着是真香啊，走，咱也点一份去。”一个食客说：“老板，给我来半打。”另一个说：“我要1打，多加点辣。”不到10分钟，6张桌子全坐满了，没座位的食客干脆站旁边排队等，死死盯着烤炉上的生蚝。苏海峰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他满头大汗，双手像机器一样撬壳、上炉、加蒜蓉、撒葱花、装盘。烤炉上的生蚝一波接一波，滋啦声就没停过。旁边卖烤肉的胖哥彻底看傻眼了，他摊位前连个鬼影都没有，客人都被香味勾走了。他眼巴巴看着苏海峰收钱收到手软，一叠叠钞票往围裙兜里塞，眼珠子都红了。胖哥说：“他娘的，这小子真是见鬼了，烤个生蚝能香成这样。”胖哥咽了咽口水，自己都想去买2个尝尝。苏海峰越干越起劲，100多斤生蚝不到4个小时连个壳都没剩。一个刚挤进来的大老板大声喊：“老板，还有生蚝吗？给我来2打。”苏海峰拿毛巾擦了把汗，笑着赔礼说：“不好意思啊，大哥，今天卖光了，明赶早吧。”没买到的食客满脸失望，走的时候还一步一回头。夜里12点，夜市人渐渐少了。苏海峰把桌椅板凳洗刷干净，重新折叠绑在3轮车上。他一屁股坐在车座上，从围裙大兜里掏出一大把钞票，10块、5块、1块，还有不少2毛5毛的硬币。他借着路灯光一张张里平整，仔细数起来。苏海峰数着100、200、300，100块的生蚝成本加上几十块的调料和炭火，总共才花150。这一晚上下来，赚的纯利惊人。他蘸着口水数了3遍，562块8毛，抛去150的成本，满打满算干了4个小时，纯赚400多。这在90年代初抵得上普通工人2月死工资。苏海峰把大票子贴肉揣进内衣口袋，隔着衣服拍了2下，照这赚钱速度，女儿的心脏病手术费很快就能攒够。一想到女儿那张苍白的小脸，他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夜市这会儿没多少人了，只有街角大排档还有一桌在喝酒。那桌坐着个穿灰西装的大背头，一看就是有钱人。他喝得脸红脖子粗，正跟对面吹牛。桌上放着个砖头大的大哥大，旁边搁着个鼓鼓囊囊的黑皮包。苏海峰正准备登车回家，余光瞥见个干瘦的黄毛，这黄毛眼神贼溜溜的专盯别人腰包，正一点点往大背头那桌蹭。黄毛走到大背头身后假装系鞋带，大背头正举杯喝酒，压根没注意。黄毛手一伸，一把攥住黑皮包带子用力一扯，转身撒丫子就跑。大背头对面的人大喊一声：“你干啥？”大背头一回头发现包没了，酒劲吓醒一半，一拍大腿站起来，扯着嗓子喊：“抓贼要我的包，里面有公章和10几万的汇票。”他迈腿想追，结果喝多了脚下拌蒜，扑通摔在地上啃了一嘴泥。黄毛跑得比兔子还快，对夜市地形熟得很，他一路狂奔，前面是个卖炒粉的摊子，摊主正端着一锅热油准备倒，黄毛看都不看直接撞过去，炒粉老板吓得连连后退喊：“哎呦我的妈！”油锅翻在地上滋啦冒白烟，铁锅碗跌碎了一地。黄毛踩着满地狼藉继续往前冲，旁边买夜宵的食客吓得赶紧躲开。大背头趴在地上喊：“拦住他，快拦住他！”可黄毛手里多了一把半尺长的改锥，边跑边瞎比划，谁都不敢上前。黄毛逃跑的路线正好冲着苏海峰的3轮车过来。苏海峰刚想挪步，脑子里叮的一声响，系统提示检测到他面临突发事件，触发猫咪敏捷被动、超凡平衡力、极限爆发力和动态视力全部开启。苏海峰感觉浑身过了一道微电流，干了一晚上活的酸痛感全没了，双腿肌肉绷紧，充满了爆炸般的力量。他连呼吸都变得轻快，周围声音变小。黄毛奔跑的动作在他眼里慢了1倍。黄毛正蒙头往前冲，眼看要撞上3轮车，苏海峰动了，他没去硬拦，左脚在3轮车轮胎上用力一蹬，整个人像只轻盈的橘猫嗖的腾空而起，直接越过黄毛头顶。苏海峰轻盈落地，稳稳挡在黄毛正前方。黄毛吓了一大跳，急刹车停住脚，拿改锥指着苏海峰骂：“少管闲事滚开！”苏海峰连废话都没说，往前迈一大步，伸手去抓黄毛肩膀。黄毛见他不怕，一咬牙握着改锥就往苏海峰胸口扎。周围看热闹的人吓得尖叫起来，但在苏海峰的动态视力下，这一刀慢得像老头打太极。他上身微微一侧，改锥贴着衣服划过去，他顺势一把攥住黄毛手腕，大拇指扣住麻筋用力一按，黄毛叫得像杀猪，手指一松，改锥掉在地上。黄毛也是个狠角色，见右手被制住，左手抡起黑皮包就往苏海峰脑袋上砸。苏海峰低头躲过，脚下一扫，黄毛重心不稳往后摔倒，但他反应快，
就地打个滚爬起来，转身钻进一条黑漆漆的窄巷子。苏海峰冷笑一声，说了声还想跑，拔腿就追。巷子是夜市倒垃圾的地方，地上全是烂菜叶、废纸箱和碎啤酒瓶，根本没法下脚。黄毛伸一脚浅一脚的跑，好几次差点滑倒。苏海峰跟在后面，猫咪敏捷被动发挥到极致。他脚尖点地，专踩纸箱边缘和没碎的酒瓶，身体轻得像没重量，一点声音没出，真就跟野猫一样。前面有个破沙发挡道，黄毛手脚并用爬过去，累得直喘粗气。苏海峰冲到沙发前，连减速都没减，单手在靠背上一撑，双腿一缩，一个跨栏动作直接飞过去，落地连个踉跄都没有。黄毛回头看了一眼，魂都快吓飞了，这他娘的是人是鬼？走路没声，翻东西跟飞一样。巷子尽头是一堵2米多高的红砖墙，黄毛跑到墙根，把黑皮包往脖子上一挂，踩着旁边的破铁桶拼命往墙上爬。他双手扒住墙头，半个身子探了过去，只要翻过这堵墙，外面都是小路，神仙也抓不住。苏海峰的声音在黄毛背后炸响，说了声给我下来吧。黄毛还没反应过来，就觉得后领子一紧，一股巨大的力量把他硬生生从墙头上扯下来。就在刚才那一秒，苏海峰冲到墙下，根本没踩铁桶，他右脚在墙面上一蹬，借着反弹的力道拔地而起，身子腾空1米多高，一把揪住黄毛衣领，两人同时落地。苏海峰稳稳站住，黄毛摔得眼冒金星，黑皮包也飞了出去。黄毛彻底急眼了，摸出一把弹簧刀，咔嗒一声弹出刀刃。黄毛从地上弹起来，像疯狗一样挥着刀子乱捅，说了声老子弄死你。这条狭窄的巷子空间太小，根本没地方躲闪。苏海峰死死盯住刀尖，猫咪的极限平衡力让他做出了常人做不到的动作。刀尖刺向肚子，他小腹一收，身体后仰成个夸张的弓形，刀刃贴着肚皮划过，刀尖横扫脖子，他膝盖一弯，整个人几乎贴在地上，一个滑铲钻进黄毛怀里，黄毛一刀落空，胸口全露出来。苏海峰毫不客气，右手握拳，一记上勾拳重重砸在黄毛下巴上，砰！这下打得结结实实，黄毛连哼都没哼，双眼一翻白，直挺挺往后倒去，弹簧刀脱手飞出老远。苏海峰上前一步，把黄毛翻个面，拽下他的皮带，把他的双手死死反绑在背后。干完这些，他连大气都没喘，这系统给的能力简直就是为打架准备的。他走过去捡起黑皮包拍了拍灰，这时候巷子口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大背头在几个热心摊贩搀扶下呼哧呼哧跑进来，他脸上蹭破了皮，西装上全是泥。大背头靠着墙喘粗气，说了声包，我的包。苏海峰拎着包走上前递过去，让老板看看东西少没少。大背头一把抢过皮包，手抖得拉不开拉链，旁边人帮他拉开，他一头扎进包里翻找。大背头说公章在，汇票也在，现金1分没少。大背头激动得直掉眼泪，一把死死握住苏海峰的手，喊了声兄弟。大背头说你救了我的命啊，这包要是丢了，我这辈子就全完了。巷子里这会儿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刚才苏海峰追贼那一路，大伙儿全把苏海峰追贼的身手看在眼里。炒粉摊老板竖起大拇指，说小伙子，你这身手绝了啊，练过武术吧？一个年轻食客满眼放光，说可不是吗？刚才那一下腾空翻，简直跟电影里一样，太帅了。一个年轻食客满眼放光，今天算是栽在硬茬手里了，干得漂亮。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纷纷竖起大拇指。大背头激动得直哆嗦，死死攥着苏海峰的手不松。他深吸2口气，颤抖着手拉开皮包夹层，掏出2沓用粗橡皮筋绑着的新钞票，全是100元大钞，足足2000块。这年头，普通工人干大半年都攒不下这么多。大背头眼珠子通红，把钱硬塞进苏海峰怀里，说兄弟，太感谢了。大背头说这包里装的是几10万的汇票和公章，要是真让那孙子顺走，我明天就得去跳海，这2000块你必须拿着，算老哥一点心意。苏海峰刚起步正缺钱，痛快的把钱揣进口袋，笑着拍拍大背头肩膀，说老哥客气了，顺手帮个忙罢了。我在这夜市开大排档，正好撞上。大背头眼睛一亮，赶紧站直理了理脏西装，说兄弟好本事，认识一下，我叫郑卫东，远洋国际贸易公司的业务主管。今天这事儿，老哥欠你个天大的人情。苏海峰一听这公司名字，脑子飞转，自己这橘猫大排档生意火，每天食材消耗大，要是能搭上这条线从源头拿货，利润绝对翻倍。他立刻换上笑脸，指了指不远处的摊位，说郑哥，今天赶巧了，你受了惊吓，去我那儿坐坐，我炒2个拿手菜。他热情地邀请郑卫东去喝酒压压惊。郑卫东正2腿发软，连连点头答应。两人回到橘猫大排档，摊位前满是人。苏海峰让帮工小李招呼郑卫东坐下，自己系上围裙直奔灶台。想拿下这种大公司主管，光靠救命之恩不够，得拿真本事镇住他。苏海峰抄起铁锅，直接启动系统赋予的动态视力，这能力用来炒菜简直是神技。火苗舔锅底，葱姜蒜爆香，鱼肉微焦变色，全在他眼里放慢了。他手腕一抖，热油翻滚，精准抓取系统配方里的调料，卡得死死的，一套动作又快又顺，快的小李都看花了眼。不到10分钟，一盘爆炒花甲和一条秘制烤鱼端上桌，菜刚放下，霸道的香味直往郑卫东鼻子里钻。他咽口唾沫，夹了块鱼肉塞进嘴，鱼肉外面焦脆里面嫩，秘制香料味直接在嘴里炸开。郑卫东眼睛瞪得溜圆，顾不上烫。郑卫东连夹3、4筷子，吃得额头直冒汗。郑卫东竖起大拇指，说卧槽，兄弟，你这手艺绝了。郑卫东说我在特区各大酒楼吃过不少局，哪怕是老字号头牌大厨。郑卫东说特区老字号头牌大厨也没一家能赶上这味道。苏海峰开瓶冰镇啤酒递过去，笑着坐下说郑哥过奖了，糊口的小买卖全靠街坊的捧场。两人碰了一杯冰啤酒下肚，郑卫东话匣子打开了说兄弟，你这身手和手艺窝在小夜市真屈才，老哥我今天也是倒大霉，
本来带公章去签大合同，结果那买家临时压价，气得我摔门出来，在街上脑子发懵，这才被小毛贼钻了空子。苏海峰倒蛮久，顺着话茬问郑哥做大生意的，什么合同还能让人卡脖子？郑卫东一拍大腿，气得直咬牙说还不是海鲜干货，我们公司刚进了一批顶级干贝、鱿鱼干和金钩海米，本来跟大酒楼说好价格，货到港口了，他们突然反悔，非要压低30%价才收，这不是明抢吗？苏海峰眼神一亮，海鲜干货可是餐饮业的硬通货，保质期长，利润高，大排档每天都要用大量干货提鲜，去农贸市场拿货被中间商层层加价，质量还好坏都有，要是能直接从远洋贸易公司拿货，跳过中间环节，成本绝对砍掉一大半，这更是个切入供应链的绝佳跳板。苏海峰问郑哥，这批货量大吗？郑卫东灌了口酒，愁得不行，说大啊，整整2个集装箱，公司压着大笔资金，老板急得天天骂人，要是这星期找不到下家散货，光码头压港费就是一笔巨款。苏海峰放下酒杯，手指敲敲桌子，画了一圈周围的食客，说郑哥，你看我这大排档，一碗客流量少说大几百号人，如果货好，苏海峰问能不能吃下一点货。郑卫东愣了，连连摆手说兄弟，你要进货，这可是大宗批发，你一个大排档能用多少？量小了公司不好走账啊。苏海峰凑近压低声音说，我不光自己用，这夜市一条街做餐饮的少说上百家，拿货都嫌贵。郑哥，你要信得过，给我个出厂底价，我拿你的货当样品给这条街供货，只要第一批货铺开，凭我这手艺和人脉，后续量绝对不小，你散不出去的货，我帮你把货拆成小份，全部吃下。郑卫东听得眼睛越来越亮，上下打量苏海峰，这小子不仅能打，脑子转得也快，几句话就把主意打到2级批发商位子上了。郑卫东猛拍桌子震的盘子，只想说有胆识，就冲你今天救了我这包，这事儿老哥帮你兜着。他当场掏出纸笔，趴桌上刷刷写下几个数字，推到苏海峰面前，用力点点说，这是出厂底价，我1分利润不加全给你，明天上午你直接来仓库看货，只要看中先拿货后结账，老哥给你批条子。苏海峰扫了眼纸条，心跳加速，这价格比市面批发价足足低了40%，利润差价大的惊人，稍微运作转手就是一笔横财。苏海峰举杯一口干了，说多谢郑哥，这杯我敬你。两人敲定明天看货细节。郑卫东吃饱喝足，一扫颓废，连连道谢，站起身，双手递给苏海峰一张名片，说兄弟，明天见，以后在特区有啥事打电话找我。夜市喧嚣依旧，苏海峰站在摊位前低头看向名片，远洋国际贸易公司业务主管郑卫东。他一把将名片揣进口袋，转身走向灶台，脑子里已经盘算起明天怎么吃下这批海鲜干货的生意。忙活一整晚，他不但没累瘫，伸个懒腰骨头嘎嘣响，精神头反倒更足了。自从觉醒猫咪系统，他一到半夜就不困，总想在周围溜达一圈，就像猫吃饱了要巡视地盘。顺着这股本能，他溜达进了夜市后头的城中村。他正盘算着明天找郑卫东拿海鲜干货，脑子里叮的一声脆响，夜间巡视触发隐藏技能气味追踪术，当前锁定极度厌恶的目标气味。苏海峰鼻尖猛地一抽，一股劣质古龙水混着狐臭和雪茄的刺鼻味钻进鼻腔，这味道化成灰他都认得，绝对是赵德发，那个骗光他所有身家、卷款跑路的王八蛋。苏海峰眼睛瞬间眯起，瞳孔在路灯下微微竖成一条线，活像盯住猎物的野猫。他顺着味儿往城中村深处快步走，周围黑漆漆的，他脚下却像长了肉垫，踩在碎砖和垃圾上一点声没出，七拐八绕，味道停在一家废弃汽修厂门前。大铁门紧闭，挂着锈铁链，表面连个鬼影都没有。但苏海峰动态视力一扫就发现猫腻，右边破面包车里有人抽烟亮着红光，左边阴影里还有人蹲着打瞌睡，这是有暗哨放风。苏海峰绕到后头，顺着废弃排水管手脚并用，3两下爬上2楼通风口，轻巧的连墙灰都没蹭掉。他趴在百叶窗上探头往下看，下面还挺宽敞，空旷车间扯着10几盏大灯泡照得通亮，7、8张大桌子围着上百号人，全在扯着嗓子大喊大叫，因为汗臭味呛的人睁不开眼，是个规模不小的地下赌场。苏海峰目光一扫，瞬间锁定中间最大赌桌，那个顶着大背头、满脸油光的胖子正是赵德发。赵德发红着眼，脖子抱青筋，猛地从黑皮包里抓出一大把100元大钞，啪的拍在桌上，说开，老子就不信把把都输。苏海峰看得清清楚楚，那钱上绑的红皮筋正是自己去银行特意要的，那是他抵押老家房子借高利贷凑出来给女儿治病的救命钱，现在全被这王八蛋当纸钱撒。苏海峰气得后槽牙直响，双手死死抠住铁片，指节泛白，恨不得跳下去抄起铁棍砸烂他的狗头。但他深吸2口气，硬把火压住。下面看场子的打手10几个，手里肯定有家伙，冲下去纯属找死。万一赵德发趁乱跑了，钱被抢了怎么办？必须一巴掌拍死，让他彻底翻不了身。苏海峰动态视力全开，像扫描仪一样把汽修厂摸透。正门锁死，只能走小门，后墙是臭水沟死胡同，左边卷帘门焊死，但右边废旧轮胎后头藏着扇只能过1人的暗门，刚有个小弟就是从那钻出去倒垃圾的。摸清路线和暗哨，苏海峰顺水管滑下楼，他一路狂奔到大街上的小卖部。苏海峰向老板借纸笔打电话，扔下2块钱，趴在柜台上刷刷画出一张精准地形图，汽修厂位置、暗哨、赌桌分布，特别是轮胎后的暗门标得清清楚楚。画完图，他抓起公用电话报警。苏海峰捏着鼻子压低声音说要举报。他说城中村南头废弃汽修厂有个地下赌场，赌资上百万，里面还有个卷款跑路的诈骗犯叫赵德发。接线员立刻警觉，请提供具体位置和现场情况。苏海峰说正门面包车和阴影里有暗哨，左边门封死，后门臭水沟，右边废旧轮胎后头有个逃跑暗门。他把地形图压在巷口生锈汽油桶底下了，警察到了直接拿。苏海峰连珠炮似的说完赶紧来，晚了人财两空，啪的挂断。他跑回巷口把图塞进
进汽油桶底下，像野猫一样爬上旁边的大树，藏在树冠里死盯巷口。不到20分钟，远处传来轻微马达声，没拉警笛，几辆车关着灯幽灵般停在巷外，车门一拉，几十个拿警棍防暴盾的警察排着队下车，动作利落，没一句废话。带队队长快步走到汽油桶旁，摸出地形图，捂着手电筒照了照，立刻打手势。警察分3波，一波摸正门，一波绕后门，一波直奔右边废轮胎。对讲机里突然传出低喝，命令立刻行动。正门2个暗哨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警察扑上去捂嘴按倒，2人被按倒在地，半点声响都没发出。紧接着砰的一声巨响，小铁门被一脚踹开，大批警察如狼似虎冲进去。警察厉声喝令所有人抱头蹲下，不许乱动。赌场瞬间炸锅，尖叫倒地声混成一团，赌徒像没头苍蝇乱撞，100元大钞撒得漫天飞。赵德发正要压住，吓得哆嗦掉了一地钱，他反应极快，桌上钱都不要了，抓起黑皮包转身就往废旧轮胎跑。赵德发踹开挡路的赌徒喊滚开别挡道，连滚带爬扒开轮胎钻进暗门。他心里狂喜，只要钻出去换个城市照样吃香喝辣。可他刚把头探出暗门，还没吸口气，砰，一只作战靴重重踹在他胸口。赵德发惨叫一声，像肉葫芦一样滚回车间，黑皮包摔在地上，钱哗啦啦散了一地。2个魁梧警察跨进暗门，一左一右死死按住他胳膊。警察一把揪住赵德发头发，把他的脸按在灰地上，问往哪跑。赵德发是吧？找你很久了，涉嫌重大诈骗还敢聚众赌博，你这辈子算交代了。咔嚓一声，冰冷的手铐死死锁住他手腕。赵德发脸贴着地，看着满地钞票，整个人像烂泥一样瘫了。不到10分钟，赌场被彻底控制，赌徒全被抱头排成一排，赌子被一扎扎清点收缴，整齐装袋封存。苏海峰蹲在树冠里，看着赵德发被押上警车，直接翻身下树，大步往回走。第2天上午，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门口，苏海峰办完手续拿回存折，赵德发昨晚全招了，卷走的工程款1分没少，全在黑皮包里。走出大门，苏海峰看着存折上的数字，长长吐出一口闷气，压在心头几个月的事总算结了，现在手里有钱了，除了追回来的老本，加上橘猫大排档这段时间的流水，他手里能动的活钱足足有大几十万，这在90年代可是一笔巨款。晚上大排档又是爆满，马路牙子上摆了30多桌，客人扯着嗓子划拳，油烟味呛得满街都是。几个城管开着皮卡车过来，指着苏海峰喊苏老板，你这摊子都快摆到马路中间了，明天再不收进去，我们可要扣桌子了。苏海峰赶紧递烟陪笑脸把人送走，他回头看着拥挤的铺面，擦了把汗，这小门面装不下现在的生意了，想在特区站稳脚跟，光靠路边摊不行，得弄个正经的大盘子。第2天，苏海峰直接去了华强北，他盯上了一家叫金玉满堂的3层海鲜酒楼，地段就在主干道十字路口，但生意冷清得很。中午饭点，大堂只有2、3桌客人。苏海峰推门进去，直接找到老板办公室，老板姓刘，正靠在老板椅上抽闷烟，看着推门进来的苏海峰，老刘眼皮都没抬，说吃饭去外头找服务员，我这不接待单客，我不吃饭，我来买你的店。苏海峰拉开椅子一屁股坐下，老刘一愣，上下打量了苏海峰几眼，看着他一身便宜价客，嗤笑一声，说小伙子口气挺大啊，我这店连装修带设备，转让费80万，你拿得出来吗？80万在90年代能在特区买好几套房，这老小子摆明了是看不起人，想拿大话吓人，或者干脆想宰个冤大头。苏海峰没吭声，脑子里叮的一声，直接开启动态视力，眼前画面瞬间变慢，细节无限放大。他清楚看到，老刘虽然靠在椅背上装大爷，但夹烟的右手食指在止不住的抖。办公桌边缘有一叠被报纸压住的信封，露出一角印着红色的催款通知。老刘的额角还在往外冒冷汗，这孙子是个空壳子，马上要破产了。苏海峰收起能力，冷笑一声，身子往前一探，双手撑桌，死死盯着老刘。刘老板，门外的催债小弟一天来几趟啊？80万，你这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的烂摊子，白送我都嫌占地方。老刘像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坐直身子，气得脸都红了，说你瞎说什么？我这生意好得很，好得很，你抖什么？苏海峰一巴掌拍在桌上，震得茶杯直响。废话少说，我知道你急着脱手，转让费1分没有，我接手你的店。苏海峰提出每月给老刘2万固定租金作为条件，老刘气得拍桌站起来，说2万块钱打发叫花子呢。苏海峰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拍在老刘面前，说先别急着叫唤，看看这个对赌协议。老刘低头一看，愣住了。苏海峰指着纸上的字念：酒楼我接手，头3个月，如果我每个月营业额做不到50万，这家店我原封不动还给你，外加倒贴你20万现金。如果我做到了，以后5年这栋楼的经营权归我，租金1分不涨，敢不敢签？老刘咽了口唾沫，死死盯着倒贴20万几个字。他现在兜里比脸还干净，别说80万，有人能给他20万现金救急，他都能叫爷爷。他抬头看着眼前这小子，心里直打鼓，这小子是不是疯了？现在餐饮这么难做，一个月做50万营业额。老刘咬着牙问：你有20万吗？苏海峰二话不说，直接把存折拍在桌上。老刘翻开一看，上面的数字让他眼睛都直了。10分钟后，老刘在协议上按了手印，拿了苏海峰预付的2万块租金，灰溜溜搬出办公室。酒楼到手，苏海峰连夜找人做了个大招牌换上橘猫海鲜酒楼。第2天一早，他把酒楼原本的30多个员工全叫到大堂开会。苏海峰站在台阶上说：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新老板。苏海峰目光扫过下面的人群，原先的采购主管是个光头，仗着是老刘的亲戚，平时横惯了。他斜眼看着苏海峰，阴阳怪气地说：新老板好啊，不过咱可说好，这买海鲜的渠道一直是我负责，里面的水深得很，您年轻可别瞎掺和。苏海峰盯着他，再次开启动态视力，他一眼看到光头兜里露出的半张送货单，进货价比市场价高了整整3成。苏海峰大步走下台阶，一把揪住光头衣领，直接把他从人群里拽出来，说：水深是吧？你拿死鱼当活鱼买，吃3成回扣，这水确实够深的。光头吓了一大跳，说：你血口喷人。苏海峰一把扯出他兜里的送货单甩他脸上，说：去财务结工资，马上给我滚，再让我看见你在这条街上晃。
晃悠，我打断你的腿。光头捡起单子，脸都白了，屁都不敢放一个，连滚带爬跑了。剩下的员工全吓傻了，大气不敢出。苏海峰拍拍手，大声宣布，以前那些坑人的套路在我这里全废了，今天停业1天，给我干2件事。他指着大堂和后厨之间那堵墙说，第一，把这堵墙给我砸了，换成大玻璃，我要让所有在外面吃饭的客人都能清清楚楚看到里面厨师是怎么炒菜的。后厨的胖厨师长急了，说，老板，这不行啊，哪有做菜让人盯着看的。胖厨师长觉得被人盯着做菜实在别扭，苏海峰一口打断他，说，别扭也得干，谁敢在里面把客人的活鱼换成死鱼，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苏海峰指着门口的海鲜池说，第2件事，把以前那些缺斤少两的破秤全给我扔了，去买10台最准的电子秤回来，就在池子边上一字排开。员工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觉得新老板疯了。90年代的特区海鲜酒楼，哪家不宰客，哪家不在秤上做手脚？这老板居然搞全透明，这还赚个屁的钱！但苏海峰给的工资高，没人敢反驳，大家说干就干。1天时间，墙砸了，玻璃装上了，新秤也摆好了。重新开业第1天晚上，华强北街上全是下班的人，几个做电子产品生意的大老板走进店里，带头的老板大声嚷嚷，让老板来调东星斑，要活的。他警告别给整死海鲜，自己吃得出来。服务员笑眯眯走过去，拿网兜从池子里捞出一条活蹦乱跳的东星斑，他没急着去称，而是当着客人的面把网兜里的水用力甩干，把鱼倒进带漏网的透明塑料筐里，放在电子秤上。服务员说，老板您看好，1斤2两。咱们这儿不称水，不称袋子，这家酒楼只称鱼的净重，不玩任何花招。几个老板愣住了，他们天天在外面应酬，去别的酒楼吃海鲜，黑心老板恨不得往袋子里灌2斤水。今天这阵仗还真是头一回见。服务员指着那面巨大的透明玻璃墙说，后厨就在那边，您的鱼马上送进去，您坐这儿就能看着师傅杀鱼下锅，绝对不掉包。带头的老板顺着手指看过去，后厨灯打得通亮，几个厨师正在案板前忙活，动作看得一清二楚。他猛地一拍大腿，说，讲究，就冲你这规矩，今天这顿饭他吃定了，再给他来2斤基围虾，3斤花螺。这一幕在酒楼每一个角落上演。结账时，客人们拿账单一看，比平时在别家吃便宜了足足1/3，而且分量足得吃不完，味道还绝了。消息像长了翅膀在华强北传开，不到3天，橘猫海鲜酒楼彻底爆了。每天晚上6点不到，3层楼全部坐满，外面等位的塑料凳子排出去100多米，整条街都被来吃海鲜的人堵得水泄不通。对赌协议规定的50万月营业额，苏海峰只用了1个星期就超额完成。橘猫海鲜酒楼1楼大厅吵吵嚷嚷，服务员端着托盘一路小跑，2楼包间连个落脚地都没，全是碰杯喝酒声。苏海峰站在收银台后，看着哗哗进账的流水，心里那叫一个踏实。后厨门砰的被推开，厨师长满头大汗冲出来，白帽子都跑歪了，跑到收银台前压低声音急喊，说出事了，海鲜吃空了，10斑鱼1条不剩，基围虾和花蟹连个壳都找不着了。苏海峰扫了眼挂钟，才晚上8点。苏海峰眉头拧成死结，说，今天早上不是让老李送了3倍的货吗？厨师长急得直拍大腿，说，老李的货车根本没来，打传呼不回，拿座机打过去直接给挂了，外面还有10几桌客人等菜呢，这可咋整？苏海峰二话不说，抓起柜台电话直接拨给供货商老李，想了半天才接通。苏海峰直接问老李怎么回事，他的货呢？电话那头老李声音压得很低，听着直哆嗦，让苏老板别给他打电话了，海鲜商会发话了，谁要是敢给橘猫酒楼供货，以后就别想在特区海鲜市场混了。苏海峰坏了规矩，老李说哥哥他也没办法，对不住了。嘟嘟嘟，电话直接挂断。苏海峰听着忙音，黑了脸。这帮同行看他生意好眼红，开始玩阴的了。苏海峰让去给外面等位的客人退钱，每桌再送1张50块的代金券，就说今天咱们酒楼被吃空了，实在抱歉。苏海峰转头冲大堂经理交代，大堂经理点头，赶紧跑去安抚客人。第2天一大早，苏海峰便早早出门。苏海峰开着2手面包车直接杀到特区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苏海峰熟门熟路走到市场最里头的大办公室，门没关，里头躺着个大胖子在摇椅上喝茶。这胖子叫王大发，特区海鲜商会会长，整个市场的海鲜供货全归他管。苏海峰走进去，拉过塑料椅子坐下，问王会长，断他的货几个意思？王大发眼皮都没抬，吹了吹茶杯里的茶叶，说哟，这不是苏大老板吗？听说他那酒楼规矩大得很啊，不称水，不称袋子，还搞什么透明厨房，他这么干，显得他们这些人都是黑心贼是不是？苏海峰盯着他问，他做他的生意，赚他该赚的钱，没碍着他们吧？王大发把茶杯往桌上重重一磕，茶水溅了一桌，问怎么没碍着？他把底价全亮给客人看，大家以后还怎么赚钱？王大发告诉苏海峰，他想在特区干餐饮，就得守他们商会的规矩。苏海峰问什么规矩？王大发说，第一，把他那透明玻璃砸了；第二，买几台他们商会指定的秤回去；第三，交10万块钱商会入会费。王大发伸出3根粗壮的手指，一脸得意说答应这3条。他马上叫人给苏海峰装车，不然的话，整个特区苏海峰连个虾米都买不到。苏海峰站起身盯着王大发说，让他骗客人，他做梦去吧。丢下这句话，苏海峰转身就走，背后传来王大发的冷笑说，行，有骨气。他看苏海峰那酒楼能撑几天，等苏海峰关门大吉的时候，别来求他。苏海峰开着面包车又跑了几个小批发市场，结果全一样。摊贩一听说是橘猫酒楼，连连摆手像躲瘟神，没人敢为了他得罪王大发。到了晚上，酒楼大门紧闭，挂着内部整顿、暂停营业的牌子，不少老顾客跑来想吃饭，看到牌子只能叹气走人。苏海峰一个人坐在3楼办公室，连灯都没开。这2天连轴转，加上断供的压力，他浑身骨头都酸痛。他靠在沙发上闭眼揉太阳穴，沙发旁放着一条给女儿买的毛绒毯子。苏海峰觉得手心发空，下意识把手放在毛毯上，软软的。他脑子里乱哄哄，双手不知不觉在毯子上按压起来，左手按下去，右手抬起来，右手按下去，左手抬起来，一下
2下、3下，这动作就像猫在软垫子上踩奶一样，极有节奏。按着按着，苏海峰觉得紧绷的神经松散了些，呼吸也平稳了。就在这时，脑子里叮的一声脆响，系统机械音直接在脑海炸开，检测到宿主正在进行猫咪踩奶动作，压力释放指数达标，触发核心奖励远洋渔船职工名录及秘密停泊点地图。苏海峰猛地睁眼，双手从毛毯弹开，下一秒，一大股信息涌入大脑，一张清晰的海岸线地图在眼前展开。特区东边30公里外的废弃老码头亮起红点，一排排数据在脑海刷屏，船号远洋801、远洋802、远洋805，载货量300吨深海极品海鲜，当前状态刚刚靠岸，急需出手，未加入任何商会。苏海峰眼睛瞬间亮了，远洋渔船直接去深海捕捞，货源全是极品，商会给的收购价太低，谈不拢。现在这几艘船偷偷靠在废弃码头，正愁找不到大买家，商会封锁所有中间商，那老子就直接跳过中间商，去源头拿货。苏海峰抓起车钥匙，拎起装满现金的黑色密码箱，大步冲出办公室。面包车在夜色中一路狂飙，半小时后，苏海峰把车停在东边废弃老码头，借着月光，3艘巨大的钢铁渔船停在岸边，船上亮着大灯，甲板堆满大大小小的水箱，一群黑脸渔民正蹲在甲板抽闷烟，愁眉苦脸。带头的胡茬船长烦躁地把烟头扔进海里。王大发那帮孙子把价格压得比去年还低一半，咱们出海1个月风里来雨里去，难道要把这满船货白送他们？船长咬牙骂道。旁边年轻渔民叹气，可是船长，这货再放2天就不新鲜了，到时候这满船鲜货1分钱都卖不出去，实在不行，明天只能按他们说的价卖了。船长痛苦地抓头发，谁说要卖给他们？一个响亮的声音从码头传来，渔民们全抬头看向走上跳板的苏海峰。苏海峰提着密码箱走到甲板上，你是谁？船长警惕站起，我叫苏海峰，橘猫海鲜酒楼老板。苏海峰把密码箱往空水箱上一放，直接打开，啪嗒，一捆捆崭新的100元大钞露出来，在灯光下直晃眼。渔民们倒吸一口凉气，眼睛全看直了。船长，你们的货我看了，全是顶级深海货，王大发给你们什么价我不管，我按市场最高收购价，全包了。苏海峰指着满甲板的水箱，声音干脆。船长愣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苏老板，你说真的？这可是300吨货，你吃得下？我不仅今天吃得下，以后你们船队每次靠岸，所有的货我全包，现款现结，绝不拖欠。苏海峰拍了拍那箱现金，只要你们答应，以后只攻击我一家。船长激动得浑身发抖，有了这大老板兜底，再也不用看商会那帮吸血鬼的脸色了。好，苏老板痛快，以后我们兄弟的命交给你了。船长激动的一把攥住了苏海峰的手，苏海峰直接和渔民签下独家收购合同，彻底粉碎了商会的封锁。天刚亮，特区美食街还冷清，商会会长王大发坐在街对面茶楼2楼，翘着2郎腿盘着核桃，盯着斜对面的橘猫海鲜酒楼，嘴角快咧到耳根了。旁边的小老板满脸陪笑说，王会长，姓苏的今天肯定开不了门，码头那边的货全被咱们掐死了，他连条泥鳅都买不到。王大发冷哼说，跟我斗，在特区这条街上，我让他站着他就得站着，让他滚蛋他就得滚蛋，今天我就等着看他挂牌子关门。话音刚落，街道尽头传来轰隆隆的马达声，10几辆重型冷链卡车排成长龙开过来，直接停在橘猫海鲜酒楼门口。车门打开，苏海峰跳下车，大手一挥说了声卸货，几十个工人立刻围上去打开车厢，把大水箱一个接一个抬下来，里面全是活蹦乱跳的深海货，比小臂还粗的锦绣龙虾，带花的东星斑，脸盆大的帝王蟹，水花溅的老高。王大发手里的核桃啪嗒掉在地上，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猛地站起来，双手撑桌瞪着楼下，声音都在抖，说这他娘的哪来的货？旁边的小老板吓得脸发白，说这个个头全是远洋深海货啊！有人颤声提醒王会长，这起码得有几百吨。苏海峰不仅把货拉回来，还搬出一块大黑板立在门口，拿粉笔刷刷写下几行大字：今日特价，深海野生海鲜，全场按码头批发价直销，不赚差价，加工费大酬宾、白灼、清蒸、蒜蓉、红烧，不管怎么做，加工费一律只要9块9。这牌子一挂出去，整条街炸了锅。特区吃海鲜有个规矩，海鲜贵加工费更贵，商会那些老板平时一条鱼卖100，加工费还得收50、60，现在苏海峰按批发价卖，加工费只要9块9，直接把底价亮出来了。路过的街坊全围过来，看着水箱里活蹦乱跳的顶级海鲜，街坊们看着这白菜价，眼睛都红了。一个大妈不敢相信地问苏老板，这龙虾真按批发价卖？苏海峰笑呵呵地上抄网说，大妈，白纸黑字写着呢，您挑1只，我立马让后厨给您做，加工费就收您9块9。大妈激动地直拍大腿说，给我来2只，再来1条东星斑。人群瞬间炸开，大家争先恐后往店里挤。这还不算完，苏海峰转身进后厨打开系统面板，脑子里叮的一声响起系统提示，检测到宿主面临商战危机，自动激活核心奖励绝密深海海鲜酱汁配方大全。一堆配方记忆涌进脑海，苏海峰直接上手指挥厨师熬酱汁，大火一开，秘制酱汁在锅里翻滚沸腾，一股霸道的鲜香味顺着排风扇喷出来，瞬间飘满整条街。这味带着海鲜甜香和蒜蓉腥香，闻一口就让人直咽口水。街上还在犹豫的食客闻到这味，腿都不听使唤，全往橘猫酒楼里钻。不到中午11点，橘猫酒楼上下3层全坐满，门口排队的号牌发到200多号。再看对门王大发的海鲜酒楼，连个鬼影都没有，10几个服务员站在门口大眼瞪小眼。王大发气得脸通红，一脚踹翻门口的垃圾桶，扯着嗓子吼，开会，马上把商会所有人叫来开会。半小时后，商会10几个老板聚在会议室里愁眉苦脸。有老板问王会长，这还怎么玩啊？姓苏的把客人都抢光了，商会这边一上午连一单生意都没做成。又有老板说，他那是远洋职工，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成本低得很，咱们的货都过了
3、4手，进价就比他卖价高，这怎么打？王大发一巴掌拍在桌上说：慌什么？他这就是赔本赚吆喝，想把我们挤走，咱们也降价，加工费全免，海鲜打8折，我就不信咱们这么多人耗不死他一个。老板们咬咬牙，只能跟着降价。下午，商会所有酒楼齐刷刷挂出大红条幅，全场8折，免加工费。王大发站在门口得意地看着对面的苏海峰，心想这回你死定了。结果到了晚市，食客们看了眼商会的条幅，理都不理，继续在橘猫酒楼门口排长队。有个老主顾路过，王大发赶紧拉住他说：老李，咱们家今天打8折，免加工费，进来吃啊，不用排队。老李摆摆手，一脸嫌弃说：王老板，不是我不想照顾你生意，你家那海鲜个头小不说，吃起来一股子泥腥味，人家苏老板那的货又大又肥，最绝的是那口蘸料，吃过他家的再吃你家的，简直没法下咽，我宁愿排2小时队。说完，老李头也不回扎进排队的人群里。王大发僵在原地，脸气得发紫，他根本不知道苏海峰有系统给的神级配方加持，口味上直接降维打击，就算商会白送食客都不吃。价格战打响第3天，橘猫酒楼生意越来越火，苏海峰在门口摆了50多桌大排档照样坐满，而商会这边彻底崩盘，货卖不出去全死在水箱里，每天倒贴水电人工，亏得底朝天。几个小老板实在撑不住，红着眼冲进王大发办公室，一个小老板猛拍桌子说：王大发，说好一起对付苏海峰，现在我们每天亏几千块，你得把这钱给我们补上。王大发正心烦，一听这话直接炸毛说：放屁，老子自己都亏得吐血，拿什么不进你们？做生意有赚有赔，自己没本事怪谁？小老板怒道：你还有脸说当初是你让我们别进货，跟着你搞封锁，现在苏海峰吃香喝辣，我们连饭都吃不上，你不掏钱，今天这是没完。几个老板火气上涌，直接把王大发围起来。王大发一把推开带头的人说：干什么？想造反啊？给我滚出去！那人被推的一个踉跄，撞翻旁边的花瓶，啪的一声脆响，彻底点燃火药桶。几个老板红了眼喊：打死这个坑人的王八蛋！冲上去对着王大发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办公室里乱成一锅粥，桌子掀了，椅子砸了，文件飞得满天都是。王大发被打得鼻青脸肿，抱头在地上打滚，扯着嗓子喊救命。警察很快赶到，把参与打架的人全带走了。这场内讧直接把老牌餐饮商会打散了。王大发涉嫌强买强卖和聚众斗殴被抓走，剩下老板们群龙无首，加上资金链断裂，彻底撑不下去。没过1星期，街对面好几家酒楼关门歇业，挂起旺铺转让的牌子。苏海峰等的就是这一天，他提着装满现金的密码箱一家一家走过去，那些老板急着套现还债，根本不敢讨价还价。苏海峰用极低的价格把商会核心成员的6家大酒楼全盘下来，他找来装修队把中间隔墙全打通，统一换上橘猫海鲜大酒楼的招牌，连带外面空地也全搭上红色大雨棚。到了月底，整条街一半铺面都归了苏海峰。他站在店门口，看着满街排队吃海鲜的食客，转身走进热气腾腾的后厨。苏海峰挽起袖子，准备迎接晚市的大客流。橘猫海鲜大酒楼顶楼办公室，苏海峰把后账本往桌上一拍，长出一口气，桌上黑色密码箱敞着，一沓沓大团解码的整整齐齐，全是这几个月赚的300万现金。这年头，这笔钱能在特区横着走。苏海峰起身走到窗前，楼下美食街灯火通明，划拳声和炒锅声响成一片。他转身按下桌上的对讲机说：老刘，你上来一趟。大堂经理老刘火急火燎跑进来，满头大汗说：老板，楼下爆满。老刘喘着气说：海虾不够卖了，您找我。苏海峰说：这几天酒楼你全盯着，进货出货按老规矩办，天塌下来也别找我。他把钥匙扔给老刘，抓起外套往外走。老刘愣住了，问老板：您去哪啊？这马上都忘记了。苏海峰说：去办件比命还大的事。他头也不回，大步下楼。他开着新买的桑塔纳一脚油门扎回家，推开门，7岁的女儿囡囡正坐在小板凳上画画，小丫头瘦得皮包骨头，脸色蜡黄，嘴唇发紫，稍微动2下就喘不上气。苏海峰心疼得直抽抽，过去一把抱起女儿说：囡囡，走，爸爸带你去把心口疼的毛病彻底治好。囡囡搂着他的脖子，声音像蚊子，哼哼说：爸爸，去医院要花好多钱的。囡囡不疼了，囡囡能忍住。苏海峰说：爸爸现在有钱了，很多很多钱。他眼圈发酸，抱着女儿大步下楼，塞进车里，直奔特区第1人民医院。他花重金托关系，直接挂了首都来的心血管一把手张教授的特需号。诊室里，张教授拿着囡囡的片子和检查单，眉头拧成死疙瘩。他把单子往桌上一拍，叹气道：苏老板，不是我不给你做，这孩子先天性心脏病拖太久，身体底子全垮，你看这营养不良的样，体重连同龄人1半都不到。苏海峰急得一把抓住桌沿说：张教授，钱不是问题，要多少我出多少，用最好的药，最好的设备。张教授摆手说：这不是钱的事，心脏修补是大手术，得开胸，就他现在这体质，上了手术台连麻醉内关都挺不过去，直接就下不来了，必须把身体养壮实，各项指标达标才能动刀。苏海峰被浇了一盆凉水，愣在原地，赚了这么多钱，到头来女儿连手术台都上不去。走出医院，他把囡囡安置在车后座睡下，靠着车门连抽3根烟。他猛地一拍大腿，对啊，怎么把系统忘了？脑子里叮的一声弹出系统面板。苏海峰在商城列表里疯狂翻找，他现在积分多的用不完，专挑强身健体的配方。很快，一行金光闪闪的字跳出来，系统提示：灵猫大补汤，极品药膳配方，能极大激发人体细胞活力，快速补充气血，改善虚弱体质，需消耗积分5000点。苏海峰眼皮都没眨，直接兑换，一大段复杂的熬制手法和配料表直接印进脑子。这汤要求极高，主料必须是刚出水的野生大黄鱼，辅料得配10年以上的野山餐。苏海峰一脚油门杀回美食街，他现在是整条街的扛把子，他的进货渠道四通八达，要什么有什么。苏海峰冲进酒楼，扯着嗓子喊老刘立刻给所有远洋渔船发无线电，谁弄到2斤以上的野生大黄鱼，我出1万块买。苏海峰冲进酒楼，扯着嗓子喊再去市里最大的药房，把最好的野山餐给我包圆了。整个美食街的供应链立刻高速运转。第2天下午，一条活蹦乱跳的3斤重野生大黄鱼送到后厨，苏海峰把厨师全赶出去亲自操刀，刮鳞、去内脏、
剔骨。他双手快出残影，顺着鱼肉纹理把刺挑得干干净净。砂锅上火，切好的野山参片垫底，鱼肉下锅，配上系统给的特殊香料，小火慢炖了整整4个小时。揭开锅盖那一刻，一股浓郁的异香扑面而来，半点鱼腥味没有，那香气闻一口都让人浑身冒热气。苏海峰把熬成奶白色的汤装进保温桶，端回家一口口喂给囡囡。第1天喝完，囡囡夜里睡觉不出虚汗了。第3天喝完，囡囡苍白的脸上透出红晕。第7天，囡囡居然能自己从3楼走到1楼，中间一次没歇也不喘了。苏海峰每天雷打不动熬汤，变着花样给女儿补身体，整整半个月，买鱼买餐砸进去的钱够在特区买套房了。半个月后，苏海峰再次带囡囡走进张教授诊室。张教授看着刚出炉的化验单，眼珠子都快瞪出来，拿单子的手指抖，说这怎么可能？半个月前还严重贫血，心肺功能衰竭，现在这指标比正常孩子都好。苏老板，你给孩子吃仙丹了？苏海峰握紧拳头问张教授，您就说能不能做手术吧。张教授一拍桌子说能，太能了，这身体状态简直完美，马上办住院，明天上午第1台手术，我亲自主刀。时间转眼就到了第2天早上8点整，护士推着转运床把囡囡往手术室推，苏海峰紧抓着车边一路小跑，到了门口，囡囡伸出胖乎乎的小手摸了摸他的脸，说爸爸。囡囡扬起小脸说爸爸，你在外面等我，我不怕疼。苏海峰说爸爸哪也不去，就在这守着囡囡。苏海峰鼻子发酸，硬把眼泪憋回去。铁门关上，门上手术中的红灯亮起，走廊里安静的吓人。苏海峰贴墙根蹲下，双手死抓着头发。几个小时过去，苏海峰站起来在走廊来回走，地砖都快踩烂了。他去楼道想抽根烟，手抖得连打火机都按不下，干脆把烟全揉碎扔进垃圾桶。破产被赶出门，囡囡大雨里犯病倒在街头，他跪地借钱没人理的画面在脑子里来回转。后来觉醒系统，摆摊开店斗商会，一路拼杀到今天。他拼命赚钱，就是为了这扇门能平安打开。7个小时后，叮的一声红灯灭绿灯亮，苏海峰猛扑到门前，铁门推开，张教授满头大汗走出来摘下口罩，满脸是笑的说苏老板，恭喜，手术极其成功，心脏缺损完全修不好，没任何并发症，等恢复好，你女儿跟正常人一模一样，能跑能跳。苏海峰腿一软差点跪下，一把抓住张教授的手使劲摇说谢谢。苏海峰激动地说您是我苏家的大恩人。囡囡很快被推出来，虽然还在麻醉中闭着眼，但呼吸平稳有力，再也没了以前那种拉风箱的喘气声。苏海峰紧跟推车进了特护病房。1个月后，特区人民医院草坪上，囡囡喊爸爸快看蝴蝶，穿着粉色连衣裙在草地上撒丫子狂奔，笑得清脆。他一口气跑了几百米，小脸红扑扑的，一点不喘。苏海峰站在树荫下看着女儿，压在胸口几年的大山彻底粉碎，再也不用半夜惊醒去探女儿鼻息，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怕她突然晕倒。囡囡追着蝴蝶跑远，苏海峰擦了把脸，摸出兜里的烟点上，现在后顾之忧彻底没了。这特区一条街的餐饮买卖已经装不下他的胃口了。第2天，特区大酒店顶层宴会厅，大吊灯晃得人眼晕，长条桌上摆满红酒糕点，服务员端着托盘来回穿梭。今天这场酒会来的全是特区商界的大老板。苏海峰穿着新定做的黑西装，端着红酒站在落地窗前，长吐了一口气，看着楼下车来车往，他心里一阵轻松。女儿囡囡的病彻底好了，压在心头的石头总算搬开了。他现在手里捏着特区最火的橘猫大排档，还盘下了一家大酒楼，每天流水好几万，赚的不少。但他心里清楚，光靠搞餐饮撑死就是个土老板。现在是1998年，再过2年，真正的造富神话全在互联网。他今天来这就是想碰碰运气，找找新风口。大厅中央，几个大老板正凑一块喷着唾沫吹牛。戴金丝眼镜的胖子笑眯眯地问老李，听说你最近又在关外拿了2块地，准备盖厂房还是盖商品房啊？老李脖子上挂着大金链子，夹着粗雪茄吐了个烟圈说，盖啥厂房啊？现在搞房地产多赚钱，我准备弄个高档小区，1平米卖他个3000块。还是李总胆子大，我那服装厂现在越来越难干，出口订单都被隔壁市抢光了，搞服装没前途，还得是搞砖头。几个人正互相吹捧，旁边插进来一个声音，李总、王总，各位老板好，能打扰你们2分钟吗？苏海峰转头看去，一个20出头的小伙挤进人群，穿着不合身的宽大西装，戴着黑框眼镜，瘦得像根竹竿。他手里死死捏着一沓皱巴巴的打印纸，满头大汗，一脸不服输的样。老李皱起眉头，不耐烦地瞥了他一眼，问他谁啊？怎么混进来的？保安干什么吃的？小伙赶紧递上名片陪笑脸，说李总，我叫马腾，我们团队刚开发了一款即时通讯软件，叫 OICQ， 只要电脑连上网，全国各地的人都能在上面免费聊天、发文件。我想找各位老板拉点投资。停！老李一把打掉名片，说什么 OICQ， 听都没听过，还免费聊天？你脑子进水了吧？免费的东西你拿什么赚钱？拿嘴赚啊！旁边戴金丝眼镜的王总也跟着冷笑，说小伙子，你是不是书读傻了？现在大老板谈生意都用大哥大，谁闲着没事去扒拉那破电脑？电脑好几万一台，买得起的有几个？你这玩意就是个高级打字机里的玩具，根本没市场。不是的，王总。马腾急得脸都红了，双手连连比划。现在网吧越来越多了，以后电脑肯定会普及到每家每户，网民数量在成倍增长，只要我们把用户规模做起来，把人圈住，以后肯定能找到赚钱的法子。画大饼谁不会啊？老李嗤笑一声，把雪茄灰弹在马腾皮鞋上，连个赚钱的道道都说不明白，就想空手套钱。去，别在这碍眼，老子1分钟几10万上下，没空听你扯淡。马腾咬着牙，把手里的打印纸举高，说李总，您就看一眼我的计划书，只要50万，我愿意出让40%的股份，这绝对是未来的大趋势。滚蛋！保安，把这骗子给我轰出去！老李扯着嗓子喊。2个壮保安跑过来，
一左一右架住马腾的胳膊往外拖，马腾手里的打印纸散落一地，被人踩了好几个黑脚印。他拼命挣扎，红着眼喊说：“你们会后悔的，互联网绝对是未来。”周围的老板们指指点点，一阵哄笑。这年头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出来骗钱了，就是50万买他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破软件，当咱们是冤大头呢？这时苏海峰脑子里叮的一声脆响，猫咪系统警报，被动技能动态视力与商业嗅觉产生共鸣，发现超 SSS 级极品投资目标，气味评级绝世猫薄荷，目标人物马腾，项目潜力改变世界级，建议宿主不惜一切代价拿下。系统面板在苏海峰眼前闪着红光，那个叫马腾的小伙在他眼里浑身上下冒着金光，比纯金还亮。苏海峰心脏砰砰直跳 ，OICQ 马腾，这他娘的不就是以后统治全国10几亿人社交网络的企鹅帝国吗？这帮土老板居然把未来的首富当骗子往外赶！苏海峰大喝了一声住手，走过去，他一把拨开保安，弯腰捡起被踩脏的计划书，拍了拍挥递给马腾。全场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盯着他。老李眯起眼，上下打量苏海峰，阴阳怪气的说了声哟，这不是最近在美食街混得挺火的苏老板吗？怎么，你一个颠勺炒菜的也懂高科技？人群里一阵低声嘲笑，在这些传统老板眼里，苏海峰就算赚了点钱，也就是个开饭馆的暴发户。苏海峰冷着脸盯着老李的眼睛说：“李总，你那几块地能不能赚钱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这双眼睛算是白长了。”老李瞪圆眼睛，拿雪茄指着苏海峰的鼻子骂道：“你他娘的说什么？”苏海峰一把拍开他的手，声音不大却镇住全场。当年我推着3轮车在夜市卖炒饭的时候，也有人说我成不了气候。现在特区美食街，我苏海峰说一不二。做生意靠的是眼界，你们看不懂的东西，不代表它没价值。他转头看向还在发愣的马腾，拍拍他的肩膀说：“这项目我投了，跟我走。”说完，苏海峰看都不看那群下巴掉地上的老板，带着马腾直接走进旁边的 VIP 包厢。老李在后面气得跳脚，骂道：“疯了，这姓苏的绝对疯了，拿着辛苦炒菜赚的钱去打水漂，我看他那海鲜酒楼迟早关门。”王总也跟着喊：“暴发户就是暴发户，等着看他亏的裤衩都不剩吧。”包厢里没了外面的吵闹，马腾坐在沙发上，死死捏着计划书，手心全是汗。他看着对面的苏海峰，结结巴巴开口问苏老板：“您真的愿意看我的计划书？”苏海峰靠在沙发上摆摆手说：“不用看。”马腾脸一白，以为苏海峰刚才是充面子要反悔，急着说：“苏老板，您听我解释，我们的软件虽然没赚钱，但用户涨得非常快，只要服务器能撑住，用户量就能继续暴涨。”苏海峰打断他说：“我说了，不用看。”身子往前一倾，盯着马腾问：“你刚才在外面说你想把全国的网民都圈在你的软件里，对吧？”马腾愣愣的点头。苏海峰笑了说：“只要你能把人圈住，让他们每天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你的软件，那赚钱的法子简直太多了。你可以在软件上弹窗打广告，可以做游戏让他们充钱买道具，甚至能搞个虚拟小人让他们花钱买衣服穿。有了人流量，你卖坨屎都有人买单。”马腾猛地睁大眼，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苏海峰。他在外面费半天劲解释没人听懂，自己团队对未来怎么赚钱也是半懂不懂。可眼前这个开饭馆的老板，几句话就把未来赚钱的道道说得清清楚楚，比他想的还疯狂。马腾声音都在抖，问到：“苏老板，您懂互联网？”苏海峰掏出支票本和钢笔说：“我不懂技术，但我懂人性。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2个问题：你的技术能不能撑起这么庞大的用户量？第二，你需要多少钱来买服务器？”马腾激动地站起来，双手撑着茶几说：“技术绝对没问题，我们团队是全国最顶尖的，现在就是缺钱买服务器付宽带费，只要有钱，我保证半年内让 OICQ 占领全国1半以上的网吧。”苏海峰拔出钢笔冒问要多少，马腾咽了口唾沫，竖起5根手指，声音发紧说：“50万，只要50万。”马腾咬牙承诺让出40%的股份。苏海峰没吭声，低头在支票上刷刷写下一串数字，撕下来推到马腾面前。马腾拿起支票一看，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不是50万，是100万。苏老板，这……马腾手抖得快拿不住支票。苏海峰收起钢笔站起身说：“50万太少，干大事别抠抠搜搜的，这100万你拿去，股份我只要30%，剩下的钱给团队换个好点的办公室，买最好的服务器，放手去干，别让我失望。”马腾死死攥着支票，猛地后退一步，对着苏海峰深深鞠了一躬说：“苏总，您的大恩大德，我马腾这辈子绝不忘记。”1997年秋天，亚洲金融风暴刮到特区，街上明显冷清了不少，大老板们全拉着个脸，死死捂着钱袋子。海鲜餐饮最难熬，进口海鲜一天一个价，天又热，路上死的太多。苏海峰坐在办公室翻着账本，眉头拧成了死结。经理老李站桌前边抹汗边倒苦水说：“老板，这月损耗太要命了，路上堵车，冰块化得快，海鲜损耗实在难以避免。昨天从码头拉回来的那批澳龙死了一大半，再这么搞下去，咱们这利润全得搭在路上。”苏海峰合上账本，刚想开口，脑子里叮的一声响，系统提示音响起，检测到宿主商业版图扩张遭遇瓶颈，触发猫咪领地意识觉醒，奖励完美领地规划图，大型冷链仓储专精版。苏海峰眼前闪过一只大橘猫的虚影，橘猫在特区地图上走来走去，爪子连挥圈出一大块地盘，一张发蓝光的立体图纸直接印进他脑子里。哪件冷库，车走哪条道，管道怎么排省电，月台怎么搭最快，连温控节点都标得清清楚楚。这完全是把猫的领地掌控力用在了物流上。苏海峰眼睛亮了，这系统真是打瞌睡送枕头。第二天一早，苏海峰把高管全叫进会议室，他把茶杯往桌上一砸，直接扔出个炸弹说：“把账上能动的活钱全抽出来，去北郊拿地，我要建全特区最大的冷链物流中心。”会议室里直接炸了锅，老李差点从椅子上蹦起来，急得直拍大腿说：“老板，使不得啊！现在外头刮金融风暴，
同行都在卖车卖房保命，恨不得1分钱掰成2半花。您这时候砸钱搞基建，万一资金链断了，咱们大排档和酒楼全得完蛋。财务总监跟着连连摆手，声音都在抖，说是啊，苏总，北郊那块地是个烂泥滩，连条像样的柏油路都没有，买下来建冷库，光是平整土地就得砸进去几百万，这风险太大了。苏海峰站起身，双手撑桌，扫了眼大伙，说别人退，咱们就得进。现在地价跌到了谷底，全特区都没人敢买地，这时候不抄底，等风暴过去拿什么挣大钱？他敲敲桌子，死死定下规矩，就按我说的办。今天下午就派人去谈，3天内我要看到地皮的合同。消息一传出去，特区餐饮圈都当苏海峰疯了。隔壁鸿运海鲜楼的刘老板平时就眼红，这次专门跑来凑热闹。刘老板挺着大肚子站在门口，撇着嘴笑说：“苏老板，听说你要去北郊那片荒地养蚊子，现在这大环境，你还敢搞什么冷链？那是烧钱的无底洞，别到时候亏得连裤衩都不剩，还得来求我收留你当个大堂经理。”苏海峰扫他一眼，冷笑说：“管好你自己的鱼缸吧，别哪天海鲜全翻了肚皮，你哭都没地方哭。”刘老板讨了个没趣，甩手走了。地皮拿得很顺，金融风暴下内地便宜的跟白捡一样。施工队一进场，苏海峰天天戴着安全帽扎在工地上，按脑子里的图纸指挥。系统的图纸绝了，市面上的冷库货车只能停外面，工人一筐筐往里推，大门一开，冷气全跑光，海鲜跟着遭罪。系统给的图纸设计了全封闭无缝对接月台，货车屁股直接到静带密封条的卸货口，舱门一开，冷气无缝衔接，海鲜连1秒钟热风都吹不到。里面的分拣动线全是单向循环，绝不交叉，工人闭着眼推车都不会撞，效率比外面高出足3倍。3个月后，大冷链物流中心在北郊建成了。物流中心刚剪完彩，一场强台风就刮到南方沿海，连下3天暴雨，港口封锁，高速大堵车。最要命的是，台风过后天热得像个大蒸笼，这下特区海鲜商全麻爪了。刘老板那批几10万的进口海鲜死死堵在高速上，冰块早化成了温水。货车司机在电话里哭喊说：“刘总，完了，全死了！”车厢里臭得要命，绿头苍蝇都招来一大片。刘老板眼前发黑，双腿一软瘫在老板椅上。这批货压了全部身家，全赔了，明天就得关门。苏海峰的冷链车队也堵在路上，但他坐在办公室喝茶，一点不慌。他的车队全装了系统配套的独立制冷机组，车厢温度死死咬在0下，外头下火也影响不到里面。台风一停，道路疏通，苏海峰的车队第一批开进物流中心，10几辆大货车熟练到进密封月台，工人拉开舱门，冷气丝的喷出来，一筐筐海鲜迅速搬进冷库。老李凑上前掀开盖子，激动的声音都劈叉了，说：“老板，省了，真省了！锦绣龙虾挥着大钳子，石斑鱼蹦跶的欢，连片鳞都没掉，这损耗率连1%都不到。”苏海峰吐出口烟圈，说：“这算什么？好戏还在后头。”没过半天，苏海峰海鲜一点事没有的消息传遍特区。下午3点，刘老板急出一身汗赶到物流中心，一进门看着满库房极品海鲜，他眼珠子都红了，直咽唾沫。他扑通一声凑到苏海峰跟前，腰弯的恨不得贴地，脸上挤着笑。刘老板喊苏总，苏大哥救命，说他的货全烂在路上了，酒楼马上就得断工。刘老板问苏海峰，冷库租他一间吧，还有冷链车帮他拉2趟货行不行？刘老板说价钱苏海峰随便开。苏海峰掐灭烟头，看着刘老板说租冷库行啊，不过现在这行情租金得翻倍。苏海峰说物流代运也行，按趟抽成。问刘老板干不干？刘老板说干，砸锅卖铁也干，头点得像捣蒜，生怕苏海峰反悔。刘老板带了个头，特区其他活不下去的生鲜老板全疯了一样往北郊跑。苏海峰办公室门槛快被踏破了，签合同的队伍排到大门外。苏海峰坐在办公桌前，手里签合同的笔就没停过。1999年最后一天晚上11点半，特区最高的地标大厦88层顶楼，苏海峰的董事长办公室亮得跟白天一样。他靠在真皮老板椅上，端着热茶吹了吹热气，落地窗外全是花花绿绿的霓虹灯。办公桌前站着3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这3位随便单拎出来一个，都是特区商界响当当的大老板。可这会儿，他们全老老实实站成一排，激动地盯着苏海峰。餐饮集团的老李最先憋不住，拿着一沓报表上前一步，扯着嗓门喊：“老李说，苏总年底盘点出来了，橘猫海鲜酒楼上个月在京城和沪市又开了20家分店。老李说，现在全国上下破1000家店了，当年那个老牌餐饮商会早死的连渣都不剩了。老李说，现在全国搞海鲜餐饮的全得看橘猫的脸色。”苏海峰笑着点头说行，老李干得不错。苏海峰说底下的兄弟们跟着忙活1年了，告诉财务年终奖每人多发3个月工资。老李乐得嘴咧到耳根子，赶紧弯腰说多谢苏总，兄弟们保准给您卖命。旁边物流板块的老张急了，一把挤开老李喊苏总。老张说远洋冷链物流也是大丰收，全国12个超大型冷链枢纽全建好了。老张说车队规模翻了5倍，现在别说南方，连北方的海鲜果蔬想上桌都绕不开海丰物流的冷藏车。老张说之前那场金融风暴把同行全刮死了，现在海丰物流就是国内物流界的老大。苏海峰抿了口茶，指着老张说车队安全第一，让司机们过年都吃顿好的，红包包大点。老张拍着胸脯打包票说的嘞，苏总您放心。最后轮到互联网投资部的小王，他推了推眼镜，手直哆嗦喊苏总。小王说苏总当年真是神仙眼光。小王说苏总砸钱投的那个搞企鹅图标聊天软件的公司，现在注册用户破2000万了。小王说还有那个在江南搞电子商务的马老板，刚拿到国际大机构的下一轮融资。小王说这几家公司要是去国外上市，苏总手里的股份能套现出个天文数字。小王满眼崇拜地盯着苏海峰，当年苏海峰拿大把现金砸这些没法赚钱的小破公司，大伙都觉得他疯了。现在一看，
苏海峰简直是长了前后眼，把未来10年的金矿全提前占死了。苏海峰放下茶杯，摆摆手说：“行了，大过年的别跟我汇报了。楼下酒店大厅正办跨年年会，你们3个赶紧下去，替我多敬兄弟们几杯酒。”3人齐刷刷点头退出去，顺手带上实木双开门，办公室里彻底清静了。苏海峰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看着脚下的特区夜景，吐了口气。从破产流落街头，连个馒头都买不起，到现在横跨餐饮、物流、互联网3大产业，手里攥着上百亿资产。那个卷钱跑路的赵德发，这会儿估计还在大西北蹲大牢踩缝纫机呢。苏海峰抬起双臂，用力伸了个大大的懒腰，跟当年饿得头晕眼花时一模一样。就在这时，脑子里叮的一声脆响，一块刺眼的透明面板直接弹出来，悬在半空。苏海峰愣住了，这系统面板以前都是淡蓝色的，今天怎么跟镀了金一样亮的晃眼？他还没来得及细看，系统机械的声音就在脑子里响起来，震得他脑瓜子嗡嗡的。叮，系统全面扫描完毕，检测到宿主名下资产已突破100亿大关，检测到宿主已完成餐饮、冷链物流、互联网投资3大核心产业绝对闭环，检测到宿主社会地位与影响力已达到区域顶峰。系统最终判定开始。苏海峰皱起眉头，死死盯着金色面板。最终判定，这次听着不对劲。系统声音没停，继续往外蹦。判定结果，宿主已彻底摆脱生存危机，宿主形态已从流浪橘猫完美进化为商业雄狮，猫咪生存辅助系统终极目标已达成。苏海峰心里咯噔一下，大概猜到要发生什么了。果然，系统紧接着播报：叮，终极任务完成，系统即将启动解绑程序，解绑倒计时开始，10、9、8。苏海峰没慌也没喊停，就盯着面板上的数字往下掉。刚靠系统翻身时，他确实把这玩意当命根子，没系统给的动态视力，他抓不到锦绣龙虾，没配方，他开不起大排档，没追踪术，更抓不到赵德发。但现在不一样了，他能走到今天，靠的不光是系统，更是他敢打敢拼的狠劲和胆识。系统是个好拐棍，但他现在腿脚比谁都利索，没了拐棍，他照样能把天捅个窟窿。3、2、1，解绑程序启动。叮，为了感谢宿主的陪伴，系统解绑前进行最终固化，宿主已获得的所有能力、动态视力、顶级追踪术、强悍体质、采奶解压手法，全部永久保留在宿主身上，永不收回。所有系统配方已深度刻入宿主记忆，祝宿主在新世纪一路发财，再见。脑子里最后嗡的一声轻响，半空中的金色面板直接炸成一片细碎的金色光点，像萤火虫一样飘散在空气中，眨眼间消失得干干净净。苏海峰摸摸下巴，用力握紧拳头，浑身上下充满力量的感觉一点没少。他转头看向几10米外墙上的挂钟，秒针走动的轨迹在他眼里依然清楚得很，连秒针上的灰尘都能看见，能力全在。他彻底笑了，从今天起，他不靠天不靠地更不靠系统，他自己就是这时代最大的大老板。砰的一声，办公室大门被一把推开，一个小丫头扎着冲天辫，穿一身红羽绒服，像个小炮弹一样冲进来。小丫头边喊爸爸边往苏海峰腿上扑，小脸跑得红扑扑的，透着机灵劲。这是他的宝贝女儿，当年因为心脏病差点没命，做完手术后好吃好喝养着，现在壮实的像头小牛犊。他如今哪还有半点当初生病的虚弱模样？苏海峰大笑一声，弯腰一把将女儿捞起来架在脖子上，哎呦了一声说：“我的大闺女。”问她跑这么快干嘛？话音刚落，外面夜空轰的一声巨响，一朵巨大的金色烟花在市中心上空炸开，把夜空照得亮堂堂的。女儿骑在苏海峰脖子上，拍着小手兴奋大叫了一声了。紧接着无数烟花接连升空，红的绿的紫的，把大厦玻璃照得五颜六色，大街上全是欢呼声，汽车喇叭声响成一片。苏海峰抱着活蹦乱跳的女儿，紧紧盯着窗外漫天炸开的烟花。